如果你最近有在关注国际局势，你一定也感觉到了，2026年这个世界好像随时都要出事。从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到法国500年前的诺查丹马斯，再到印度神童阿南德，甚至连泰国的 Play 师傅和秘鲁的萨满巫师，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件事情，那就是2026年，人类正在走进一个400年一遇的超级风暴眼，而这场风暴最猛烈的时刻，很可能就落在6月底到7月这段时间。你可能会说，预言这种东西听听就好，别当真。没错，我也不是叫你恐慌，但是当全世界这么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理位置，互相之间根本没有联系的通灵者和占星师，全部都把手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吗？今天这期影片，我会把所有的预言线索结合真实发生的国际事件，帮你做一次最完整的深度梳理。看完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提前做好准备。我们先从印度神童阿南德说起。阿南德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不陌生了，他全名叫阿比吉亚·阿南德，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吠陀占星师。这个年轻人在10多岁的时候，就因为精准的疫情预言而一炮走红。他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 YouTube 频道上发布影片警告，全球会出现大规模瘟疫。虽然在具体时间和传播方式等细节上不完全准确，但大方向确实让很多人吓了一跳。从那以后，每逢年底或年初，他发布的预言影片都会引起全球数百万人的关注和讨论。据印度当地的媒体报道，他的影响力已经大到有地区要员专门派直升机去接他举行占星仪式的程度，可见他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号召力有多强。当然了，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过。有人指出他出身富裕家庭，有人说他的预言往往措辞模糊，事后怎么解读都说得通。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不是阿南德一个人的可信度，而是当他的预言和全球其他预言家的说法出现了惊人的重叠时，这个巧合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了。到了2025年12月24日，也就是平安夜那天，阿南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发布了一支震撼影片。这支影片的核心讯息是什么呢？他说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捩点。注意这个用词，400年一遇。上一次出现类似的天象格局和能量转换是在17世纪初，那个年代欧洲正经历30年战争，全球格局正在被彻底重塑。阿南德的分析基础是吠陀占星术，他观察到土星和裸体等重要星体在2026年的位置形成了极为罕见的排列。他说自从2020年以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不稳定时代，各种冲突越来越频繁，因战争和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数字在明显暴增。从新冠疫情到俄乌战争，从以巴冲突到全球贸易战，从通货膨胀到 AI 带来的失业潮。而2026年不仅仅是这个趋势的延续，更是一个可能彻底改写世界格局的转折点。那他具体说了什么呢？首先，他根据星盘推演，锁定了2026年3个最危险的时间窗口。第一个是2026年4月下半月，阿南德解释说，这段时间星象排列会形成特殊的火象三角，这种天象配置会激发冲突和暴力能量，恐怖攻击和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将急剧上升。回头看看，今年4月的国际局势确实让人捏了一把冷汗。中东的硝烟还没散，印巴关系也在持续恶化。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聊的7月24日前后大约10到20天的范围，也就是从7月中旬一直延伸到8月初这段时间。阿南德把这个时段定义为能量逆转期。什么意思呢？他说在这段时间里，星象变化会导致地球的能量场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各种负面事件特别容易被触发，无论是自然灾害、地缘冲突、金融动荡还是突发的恐怖攻击，在这个时间窗口里发生的概率都会大大增加。第三个危险窗口落在11月中旬，届时星象将形成罕见的十字排列，国际紧张局势可能在这个时候达到全年的最高点。你注意到了吗？3个时间点里面，7月那一波被描述的最具体也最凶险，而且阿南德还特别点明了4个高风险地区。第一是中国，尤其是西北和东北地带，
他认为那里存在10年未见的地缘风险窗口，甚至不排除突发性恐怖事件。第二是菲律宾，他认为菲律宾可能成为区域冲突的新爆点。第三是北韩，他特别强调，如果北韩在2026年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整个自由世界。第四是日本，他认为日本面临自然灾害和地缘风险的双重压力。不过阿南德也并非全然悲观，他在影片最后特别提到，2026年也可能是医学、数学和科学领域迎来重大突破的一年，尤其是在医疗科技方面会出现令人惊喜的进展。他呼吁大家在提高警觉的同时，也要保持正面的心态。但在正面结尾之前，阿南德还列出了他认为2026年全世界需要特别警惕的10大危机清单。第一是地缘政治危机，包括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南北韩的对峙。第二是气候危机，洪水、干旱、火山爆发、地震将在地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发生。第三是关税和通膨危机，经济、金融和加密货币都可能遭受重挫。第四是 AI 人工智能的危机，他特别强调 AI 不会取代人类，但不懂 AI 的人类会被社会淘汰。第五是粮食危机，他认为这是未来20年人类要面临的最严重问题。第6到第10分别是生存危机、健康危机、碳排放危机、历史传承的危机和地球环境的危机。你注意到了吗？粮食危机被他特别标注为未来20年最严重的问题，这不是空穴来风。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可耕地面积在减少，气候变化在破坏农业生产，地缘冲突在切断粮食贸易路线。如果2026年的6、7月份真的发生了预言家们所警告的重大事件，粮食供应链很可能首当其冲。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指出，阿南德的预言并非百发百中。他曾经预测2020年会爆发由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参与的第3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没有发生。他还预言2021年2月全球经济崩盘，但当时全球股市虽然有波动，却仍然处于高位。事隔数天之后，他甚至还专门录了一支影片澄清，说他从来没有预言中国会崩溃，要大家不要轻信网络上的断章取义。所以预言这种东西确实只能当参考，不能盲信。但问题在于，他这次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接下来我们说另一位预言家，他的说法几乎完美的与阿南德呼应。这位就是被称为末日先知，也被英国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的克雷格·帕克。帕克是英国人，和他妻子珍一起从事通灵和预言工作已经几10年了。他在 YouTube 上有超过23万的订阅者，声称自己成功预测过英国女王去世、川普2016年当选，甚至新冠疫情的爆发。帕克在2026年初的最新预测中提出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时间框架。他说4月15日到11月15日之间，整整7个月的时间都是极度危险的周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7个月很眼熟？没错，待会我们说到诺查丹马斯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帕克在这7个月里面特别标注了8月12日这个日期。他说那天是新月之夜，木星、太阳和月亮会同时聚集在巨蟹座，形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能量触发点。这一天可能会成为某个重大事件的导火索。更让人不安的是，帕克对自然灾害的预测，他预言日本周边可能因为海底火山喷发而产生一团巨大的致命毒气云。他还预言在10月和11月左右，印度南部将面临大规模海啸的袭击。这个讯息他声称来自印度纳迪叶占卜中湿婆神的开示。但帕克说的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暗示这些所谓的自然灾害可能不完全是天然的。他的原话大意是说，日本的海底火山爆发可能不仅仅是天灾，或许是某种间接战争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就是有国家可能通过人为手段触发自然灾害，让它在外观上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军事攻击。你可能觉得这太科幻了，太荒唐了。但你知道吗？美国空军早在1996年就发表过一份名为在2025年掌控天气的研究报告，探讨如何将气象作为军事武器使用。而地震武器的概念在冷战期间就已经被美苏两国认真研究过了。
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定存在并且已经被实际运用，但至少它们并非完全不可能。帕克本人也强调说，他分享这些预言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发送正面的思想和祈祷，来减轻可能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古老的预言。米歇尔·德诺特·雷达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诺查丹马斯，这位16世纪的法国占星师兼医师，他的百诗集出版于1555年，距今已经将近500年了，但至今仍然是全球被讨论最多的预言文本之一。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以晦涩的4行诗形式写成，混合了拉丁文和古法语，解读起来非常困难。但他的追随者们坚信，他成功预测了法国大革命、希特勒的崛起、911恐怖攻击，甚至新冠疫情。每到新年，他的诗句都会被重新检视和解读。关于2026年，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编号26的诗句。很多研究者认为，百诗集中编号对应年份，所以编号26的诗句就是在预言2026年。这段诗句中写道：7个月的大战，人们因邪恶而死亡。鲁王和埃夫勒，国王不会失败。7个月的大战，如果从某个冲突的引爆点开始算起，比如说从2026年的某个春末或初夏开始，那7个月战争的时间框架恰好覆盖了6月到次年1月，而6月底到7月正是这场大战可能的起点或者第一个高峰期。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另一段诗句，诺查丹马斯写道：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3团火焰从东方升起，而西方则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这段话的意象非常强烈，3团火焰从东方升起，被很多解读者认为是指亚洲地区3个可能同时爆发或者连锁爆发的冲突热点。会是哪3个？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海、中东，每一个都是现实中正在持续升温的火药桶。而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则被解读为欧洲和美国可能在这些冲突中被拖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社会动荡，失去他们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光芒。还有一段关于海战的预言也非常值得注意。诺查丹马斯在另一首编号26的诗句中提到了7艘船舰被包围引发冲突，有研究者把这段解读为可能指向南海的主权争端。我们都知道南海问题涉及中国、台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多方势力，而且近年来这个区域的军事对峙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菲律宾和中国围绕仁爱礁的对抗已经不止一次，差点擦枪走火了。如果在2026年这个多重预言交叉的敏感时间节点上，任何一方做出了挑衅性的军事行动，或者发生了意外的摩擦升级，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说到诺查丹马斯，就不能不提一个有趣的数学巧合，他的百诗集里面的诗句被认为和年份有对应关系，而编号26的诗句恰好出现了多首。有人统计过，至少有3到4首不同世纪篇章中的第26首4行诗都包含了战争、冲突和动荡的意象。这是不是说明诺查丹马斯在他的体系中特别标注了2026年？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你相信这个对应关系的话，那2026年在他的预言宇宙中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说完古代先知，我们来看看近代最著名的预言家之一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加。巴巴万加在1911年出生，12岁时因为一场神秘的风暴失去了视力，但据说从此获得了预见未来的能力。他在1996年去世，享年85岁。在他生前，他的预言主要在东欧地区流传，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他的名声传遍了全世界。巴巴万加据说成功预测过不少重大事件，戴安娜王妃的去世、911恐怖攻击、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英国脱欧，还有2020年的新冠疫情。他甚至在2022年就曾预言英国会发生严重洪灾。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些是事后附会，因为他生前的预言记录很多都是由身边的人口述转载的，原始文本的可靠性确实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是真实存在的。每年年底，他的预言都会被各大媒体翻出来重新检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之后，大量网民翻出龙婆此前的预言，
惊呼他早就预测过2026年的战火会烧到中东。虽然预言的具体措辞是否真的精确指向了这一事件仍有争议，但这个时间上的巧合确实让他的信徒们兴奋不已。那么龙婆对2026年到底说了什么呢？根据英国《每日镜报》和多家外媒的汇整，龙婆追随者对他笔记的解读中，2026年至少涉及4大核心预言，每一条都让人背脊发凉。第一，大规模战争。龙婆预言2026年将爆发一场涉及世界主要大国的大规模战争，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各大洲，主战场可能从东欧燃烧到中东与亚太地区。他甚至暗示东方阵营最终会击败西方阵营，欧洲多国将沦为焦土，核武阴影笼罩全球，数亿人将流离失所。更让台湾人心惊的是，有部分解读指出，龙婆似乎预言了中国与台湾之间将发生重大事件，并且这个事件可能引发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如果这个解读是准确的，那结合阿南德点名的亚洲4国高风险地区和诺查丹马斯的东方3团火焰，3位来自完全不同时代和文化的预言者竟然都指向了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方向。第二，毁灭性天灾。龙婆预言2026年全球 7% 到 8% 的陆地将被天灾吞噬。他预见了地震与火山爆发的毁灭性结合，还会伴随极端天气的影响，沿海城市和岛国首当其冲，数亿人可能无家可归。第三，金融危机。龙婆的预言中还暗示2026年可能发生第3次全球金融危机，或者至少是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意味着股市崩盘、高通膨，甚至货币崩溃都有可能出现。第四， AI 的失控。龙婆预言2026年将是人工智能彻底改变工业和日常生活的元年，甚至可能出现 AI 反扑人类的潜在危机。在2026年的今天， AI 的发展速度确实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大规模裁员、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自动化武器的研发，这些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了。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主流预言家，还有一些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声音也值得一听。泰国被民间称为神级命理师的 Play 师傅，在接受泰国网台访问时直言2026年是一个非常凶的火马年，比2025年更加动荡，火灾、水灾、地震、战争会齐齐出现。但他说最可怕的其实不是这些看得见的灾难，而是一种他称之为 X 疾病的东西。他形容这是一种混合型的新型疾病，由古老的疾病和人为实验室成分混合而成，传染力极强。他的灵视画面中同时出现了结核病和黑死病这2个关键词，暗示这种新病可能结合了2者的致命特质。更让人胆寒的是他说的传播方式不会一次性全球大爆发，而是像花瓣掉落、树叶凋零一样分批夺命。不同地区的爆发时间也不完全同步，像一场看不见的慢性屠杀。在部分国家甚至会出现尸体多到令人麻木的恐怖景象。Play 师傅还预言2026年会有真正的战争，但他强调更危险的是隐形战争。什么是隐形战争？就是在局部地区试验性释放的生物武器，不是全面战争，不会出现封国封城的画面，但社会上会出现越来越多查不出原因的怪病，难以治愈的肺炎、异常严重的腹泻，以及其他各种离奇的症状。他甚至看到了2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冲突会向外扩散，影响到完全不相关的其他地区。他还说2026年接近新年时期，社区需要提防非庆祝用烟火引发的爆炸事故。这段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模糊，但如果放在恐怖攻击的语境下去理解，就不那么模糊了。在人群密集的节庆场合制造爆炸事故，这几乎是恐怖分子最常见的作案模式。他还特别提醒2026年上半年以英文字母 HJT 开头的国家或地区旅行风险较高，建议带小孩或老人的家庭延后前往。虽然他没有明说具体是哪些地方，但网友们纷纷猜测 H 可能是香港或者海地， J 可能是日本或者约旦， T 可能是台湾或者泰国或者土耳其。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但如果你碰巧在6、7月份有前往这些地方的旅行计划，多留个心眼总是没坏处的。他的另一个预言是关于气候的。
他形容2026年是雨水过多的一年，雨量多到好像天漏了一样，部分地区可能成为风暴反复经过的固定通道。他甚至感觉到地球的中心点似乎有偏移，整个气候结构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东南亚的沿岸地区会逐步变成新的风暴前线，这对居住在太平洋台风带上的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Play 师傅最后还提到了空难，他说2026年仍可能出现非常可怕的飞机事故，提醒大家搭机前要格外留意航空公司的安全记录。回想一下2024年底和2025年初接连发生的几起航空事故，这个警告真的不能当耳边风。地球另一端的秘鲁，萨满巫师们在2025年12月29日举行了1年1度的迎新年仪式。一群穿着传统斗篷的萨满齐聚利马的海滩上，焚香祈祷，饮用死藤水和圣佩德罗仙人掌调制的致幻饮品，进入通灵状态后对2026年做出了预言。他们的预言中最震撼的一条是，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冲突将急剧升温，甚至可能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他们还预言川普可能会生重病，形容他非常焦虑，所以萨满们还特地在仪式中为他进行了能量净化。此外，他们还预测全世界各地将发生非常严重的地震。萨满的预言命中率确实参差不齐，他们在2024年初曾警告以色列和加萨会爆发核战，结果并没有发生核战。虽然常规战争确实打得很惨烈，但他们在2023年底成功预言了秘鲁前总统滕森谦也会在12个月内去世。结果滕森果然在2024年9月因癌症病逝，所以他们的预言也不能完全忽视。除了上面这些预言家之外，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灵媒吉尔杰克森也做出了类似的警告。这位曾2度获得年度最佳灵媒称号的通灵师，在一个知名的 podcast 节目上表示，2026年会出现大量的经济动荡，很多人会失业，被迫搬家，甚至彻底改变人生方向。他特别强调，地震和自然灾害会持续困扰全球，尤其是亚洲和美国西海岸。而他关于日本地震的预言，在2026年的第1个星期就应验了。全球记录到近100起瑞士规模 4.5 以上的地震，菲律宾更是发生了 6.4 级的强震。他还预言了持续的水灾和极端气候事件，提醒人们要特别注意与水相关的灾害。当你把全世界这些来自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地区的预言者的声音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一个令人不安的共识就浮现出来了。他们都在说2026年不平静，他们都在说要做好准备，他们都在指向夏天前后那段时间。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集体直觉？科学无法解释，但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不能完全忽视。讲了这么多预言，让我们回到冷冰冰的现实世界看看。2026年才过了3个多月，但已经发生了足以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先说最炸裂的一件，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在空袭中丧生，数十名高级军事和政治官员同时遇难，核设施也遭到精准打击。这是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之一，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中东的权力格局。帕克此前曾明确预言会有针对伊朗核设施和领导层的定点打击，他甚至预测行动会迅速升级，然后突然停止。结果真的几乎按照他说的剧本在走。盲眼龙婆的追随者们更是激动地宣称，龙婆早就预言过2026年战火会从东欧烧到中东，这不正在应验吗？再看亚太地区，俄乌战争已经打了超过4年，战场上陷入了泥沼般的消耗战，两边都精疲力竭，却谁也不肯先低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26年明显升温，边境冲突的频率和烈度都在增加。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的程度。中国在2025年底对台湾进行了新一轮军演，日本高市早苗的相关发言更是火上浇油，刺激到了中国对台湾问题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就在那之后不久，台湾又发生了瑞士规模7的强烈地震，好像老天爷都在配合着给这个区域添乱似的。原子科学家公报刚刚把象征人类自我毁灭倒计时的末日钟拨到了距离午夜仅剩85秒的位置，比去年又逼近了4秒，创下历史新纪录。
科学家们指出了3大原因：核武扩散的风险在急剧上升，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开始脱离人类的控制能力，地缘政治的多点崩塌正在同时发生，而台湾更是被直接点名为全球风险评估中的关键因素。你看看，连最冷静理性的科学家群体都在拉响警报了。除了地缘政治的火药桶，经济方面同样令人担忧。全球通膨压力还没有完全消退，美国的关税政策持续扰乱国际贸易秩序，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警告2026年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川普政府的强硬贸易政策让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意味着物价可能继续上涨，工作可能更难找，手里的钱可能越来越不值钱。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但非常重要的天文事件，2026年2月20日，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完成了合相，这是36年才会发生一次的超级天象。上一次这个合相是什么时候？1989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柏林围墙倒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整个世界秩序被彻底推翻重建。再上一次，1953年，韩战结束，斯大林去世。再往前推一个周期，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年，俄国爆发10月革命。你发现规律了吗？每一次土星海王星合相的年份都是旧秩序崩塌、新秩序诞生的关键节点，而这一次合相发生的位置更加特殊。白羊座0度是整个黄道12宫的起始点，被占星学界称为宇宙的重启按钮。通俗的说，就是一切归零，然后重新开始。这个合相的能量不会在2月那天就消失，它会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整个2026年持续发芽、持续发酵，持续推动着旧世界的瓦解和新世界的建立。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串在一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在标题里说6月底到7月是高风险期了。先看天象层面，土星海王星合相的能量在2月种下了种子，经过4-5个月的酝酿，到了6-7月份应该已经充分发酵了。而8月即将启动的日月食周期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催化剂。在占星学的传统中，日食和月食向来被视为重大变动的引爆点。2026年8月的食相恰好落在狮子座和水瓶座的轴线上。历史上每当这个轴线出现食相，往往伴随着权力的更迭、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冲突。而日月食的能量影响通常不是只在食相当天才出现，它的效力往往在食相前后各1到2个月就开始显现了。所以7月恰恰就是8月食相能量开始提前释放的时候。再看各位预言家的时间标注，阿南德标注的能量逆转期核心时段是7月24日前后各10天，也就是从7月15日左右到8月初这段时间。帕克划定的超级危险周期从4月15日开始到11月15日结束，而7月恰好落在这个长达7个月的危险周期正中央，是能量最集中、最活跃的时段。诺查丹马斯预言的7个月大战，如果从年初的某个引爆点开始计算的话，到7月正好是战事可能进入最惨烈阶段的时候。而帕克特别标注的8月12日新月出发点就紧跟在7月危险窗口的后面，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高风险地带。再从历史规律来看，夏季本来就是地缘冲突的多发季节，更长的日照时间意味着更多的军事行动窗口，各国的粮食收获季集中在夏末秋初。任何在这之前爆发的大规模冲突都会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造成毁灭性的打击。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全球小麦价格暴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6-7月份真的出现更大规模的冲突，粮食危机将会迅速从局部蔓延到全球。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6-7月同样是传统上容易出问题的时段。华尔街有句老话叫做5月卖出然后走人，意思是5月之后到秋天之前，股市表现往往较差。而历史上几次大型金融危机的爆发也确实有不少集中在下半年。如果叠加上地缘政治的黑天鹅事件，8月食相带来的市场恐慌，以及各国央行可能被迫做出的政策调整，2026年夏天的金融市场恐怕会非常刺激。最后还有一个心理层面的因素，记得2025年发生的事情吗？日本漫画家龙树亮曾经在他的书里预言
2025年7月5日，日本南海会发生大海啸，毁灭日本国土。这个预言虽然最终并没有应验，但在那之前的6、7月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恐慌，港台赴日旅客数量大幅下降，航空和旅游业遭受了严重的冲击。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即使预言本身没有成真，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相信它即将成真，光是恐慌所引发的抢购潮、资金外逃和市场动荡本身就已经足以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了。而2026年面对的情况比龙树亮的那本书要严重得多。这次不是一个预言家在孤独地喊狼来了，而是来自欧洲、亚洲、南美洲多个完全不同传统的预言者在同时拉响警报。如果到了6、7月份，这些预言被更多人知道，并且开始在社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即使预言本身不准确，由恐慌驱动的抢购潮和市场动荡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提前做好准备都是理性的选择。好了，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已经开始焦虑了。别急，深呼吸，听我说完最重要的这一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恐慌。恐慌是比任何灾难都更可怕的东西。当人陷入恐慌的时候，判断力会急剧下降，做出的决定往往会让情况变得更糟。预言不是判决书，它不代表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它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提示。我们要做的不是躲进地窖里瑟瑟发抖，而是像一个聪明的成年人那样，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继续正常的生活。但是合理的准备是绝对必要的。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危机，无论是金融海啸、瘟疫大流行，还是地缘冲突升级，最先崩塌的永远是供应链。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超市的卫生纸、口罩、消毒液在几天之内被抢购一空。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的时候，物价每19天翻1倍，一条面包都成了奢侈品。黎巴嫩金融危机的时候，银行突然宣布限制提款，老百姓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的存款成了无法取出的数字。这些都不是遥远的故事，它们就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以具体该怎么准备？第一，囤粮，不是叫你把家里变成超市仓库，而是确保你有至少2到4周的基本食物储备。重点是保存期限长的食品。米，这是亚洲人最基本的主食，保存得当可以放1到2年。面条和意大利面，干燥状态下保质期很长。各种干燥豆类，红豆、绿豆、黄豆、黑豆，都是优质蛋白质来源。罐头食品，包括肉类罐头、鱼罐头和蔬菜罐头。食用油、盐和糖，这3样是烹饪的基础。还有奶粉和营养补充品，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别忘了水，每人每天至少需要2公升的饮用水。如果你的家庭有4口人，4周的饮用水就是224公升。听起来很多，但其实也就是10几箱瓶装水的量。第二，备现金，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但很多人都会忽略。我们现在太习惯用手机支付了，但如果发生大规模停电、网络中断或者银行系统故障，你的手机支付和信用卡就是一堆废数据。专家建议至少准备相当于3到6个月生活费的现金，分散存放在家里几个安全的地方，而且要准备一些小面额的钞票，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商家可能无法找零。第三，减少债务。经济下行或者崩盘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物价上涨，而是你欠着一堆债却突然失去了收入来源。如果你手上有高利率的信用卡债或者消费贷款，从现在开始就尽量还掉。每减少1分负债，你在危机中就多1分生存空间。第四，储备基本药品和日用品，感冒药、止痛药、退烧药、消炎药、止泻药、创口贴、碘酒、棉花棒、个人卫生用品、牙膏、牙刷、肥皂、洗发精、女性卫生用品、卫生纸。这些东西在供应链断裂的时候会变得比黄金还珍贵。2020年的卫生纸抢购潮你还记得吗？那只是一次预演而已。如果你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商量，看能不能多备几个月的药量。第五，学习基本生存技能。知道怎么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做饭吗？知道怎么净化水源吗？知道基本的急救知识吗？这些技能在太平盛世看起来多余，但在危机时刻可能就是救命的本事。
网上有大量免费的生存技能教学，现在学起来完全来得及。第六，建立社区连结。在真正的危机中，孤立的个体是最脆弱的。认识你的邻居，加入社区互助群组，参与社区活动。历史反复告诉我们，那些拥有强大社区支持网络的人，在灾难中的存活率和恢复速度远高于独来独往的人。在委内瑞拉的经济崩溃中，那些邻里之间互相分享食物和资源的社区，就比彼此冷漠的社区度过了更少的苦难。第七，分散你的资产，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你有投资，适当的分散配置，考虑持有一些实体、黄金或白银作为避险资产，确保你的银行账户不要全部放在同一家银行。这不是偏执，这是基本的风险管理。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每当大规模危机爆发的时候，黄金的表现几乎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龙婆的追随者们甚至预言2026年可能出现第3次全球金融危机。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些提前布局避险资产的人就会感谢自己的远见了。第八，准备好你的重要文件，护照、身份证、保险单、房产证明、银行账户资料。这些东西平时可能你都随手丢在家里某个角落，但万一需要紧急转移或者处理重要事务的时候，你可不想花半天时间翻箱倒柜去找它们。建议把所有重要文件的正本放在一个防水的文件夹里，同时在手机和云端各备份一份电子档。第九，关注但不要沉迷。这一点听起来矛盾，但非常重要。你应该保持对国际局势的关注，但不要每天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刷末日新闻和预言影片上面。过度的资讯焦虑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它会消耗你的精力，影响你的判断力，甚至损害你的身心健康。每天花个10到15分钟了解一下最新动态就够了，剩下的时间用来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陪伴你的家人。最后我想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类最伟大的进步几乎总是诞生于最深重的危机之中。2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联合国和现代国际秩序，大萧条催生了社会保障制度，新冠疫情催生了 mRNA 疫苗技术的历史性突破。每一次人类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最终都找到了跳跃的方式，而不是坠落。阿南德自己也说了，2026年有正面也有负面，风险之外，好事正在发生，多把注意力放在正向的力量上。帕克也强调说，未来是可以改变的。预言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恐惧，而是让我们做好准备。泰国的 Play 师傅更直言，真正的应对之道在于内在的觉醒。所以2026年，即使真的如这些预言家所说的那样迎来巨变，那它同时也可能是人类文明升级的契机。关键在于我们是在恐慌中被动的承受，还是在清醒中主动的迎接。我再帮大家做一个完整的2026年关键时间线梳理，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谈到的所有重要节点。2月，土星海王星合相，宇宙重启按钮按下，同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中东巨变。3月，全球局势持续发酵，多个地区的紧张关系同步升级。4月下半月，阿南德标注的第一个危险窗口，恐攻和冲突风险上升。5月到6月，各种能量持续累积，国际局势持续升温，恐慌情绪开始在社群媒体上蔓延。6月底到7月，多方预言交叉指向的高风险集中期，多重因素叠加，可能在这个时段引爆。7月24日前后，阿南德特别标注的星盘计算高风险窗口核心。8月12日，帕克标注的新月能量触发点，同月日月10周期启动，金融市场可能剧烈波动。10月到11月，帕克预言的日本毒气云和印度海啸可能时段。11月中旬，阿南德的第3个危险窗口，全球冲突和灾害概率显著增加。11月13日，物理学家冯·佛斯特在1960年预言的末日日期。你可能不太认识这个人，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海因茨·冯·佛斯特是一位奥裔美国物理学家和控制论学者。他在1960年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的一篇论文中，用数学模型推算出人类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在2026年11月13日达到一个数学上的起点，也就是无限大。当然他本人后来也承认这是一个理论极限值，而不是真正的末日，
但这篇论文在2026年被重新翻出来之后，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末日恐慌。有趣的是，这个日期恰好落在阿南德标注的第3个危险窗口里面。把这些全部列出来确实很吓人，但我要强调，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些预言统统不是科学，他们没有经过实验验证，没有同行评审，也没有任何权威机构背书。每一位预言家都有过失准的记录。预言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100%准确，而在于它提醒我们去关注那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风险。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抱持最好的希望，把那些你能控制的事情做好，囤一些粮食，留一些现金，减一些债务，学一些技能，多认识一些能互相帮助的人。这些事情做了不会有任何坏处，但万一真的出事，他们可能就是你和你家人的救命稻草。希望6月到7月平安无事，希望2026年的所有恐怖预言都是杞人忧天。但如果万一，只是万一他们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呢？那些提前做好准备的人一定会感谢今天的自己。伊朗可能要灭了全世界，只为让一个人回来。伊朗为什么如此执着追求核武器？为什么德黑兰在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极限施压时，仍不断升高对抗，甚至不惜袭击周边其他国家？许多人以为这只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野心与博弈，但真相恐怕远不止如此简单。深入了解伊朗所奉行的什叶派宗教信仰，我们会发现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终极预言。伊朗的领袖们可能相信，只有毁灭现有世界，才能让那位隐藏的人重新降临人间。首先，这个预言的核心概念来自伊朗国教什叶派伊斯兰的一段传奇历史。在什叶派的传统里，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念：第12伊玛目马赫迪的回归。根据经典记载，伊玛目是穆罕默德先知的直系后裔继承人，共有12任，最后一任伊玛目名叫马赫迪。相传他在公元874年时年仅5岁，因躲避迫害而突然进入隐遁，从此消失无踪。但这并非故事的结局凄凄，相反，什叶派坚信，当世界末日临近时，这位马赫迪将重新现身，以救世主的身份领导正义之师战胜邪恶，为人类带来最后的和平与秩序。对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而言，马赫迪就像基督教中的弥赛亚一样重要，他被视作安拉在末世派来拯救信徒的选民。许多预言详细描述了他出现的征兆，在他现身之前，世界将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暴虐，战争、瘟疫、罪恶充斥，大地一片黑暗。就在绝望之际，马赫迪将得到安拉的允许重返人间，惩治暴君，伸张正义。可以说，先有大乱，后有大治。极端的乱世是引出救世主的必要条件。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国王，建立了神权体制。革命领袖霍梅尼深谙这段宗教传统，他在新政权中巧妙地融入了对马赫迪的信仰。霍梅尼建立了法基赫监护制，也就是神权监护制度，让伊斯兰教法学家来担任国家最高领袖。为什么由神职人员领导？因为伊朗宪法直接承认，在第12伊玛目马赫迪重现之前，由法学权威代理马赫迪行使统治。换句话说，霍梅尼和后继的哈梅内伊都被视为替马赫迪看管国家的人，这使得整个伊朗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都建立在那个宗教预言上。最高领袖只是代理人，真正的君主随时可能归来。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会在宪法中替神话里的人物预留王座。当然，等待马赫迪是一回事，如何让他回来又是另一回事。在什叶派教义中，信徒被要求虔诚守法，耐心等候真主选定的时机，不可妄加干涉。然而，伊朗政权内部有一股更激进的声音，一些狂热的神学理论家认为，马赫迪的降临不该只是被动等待，而是可以透过人的行动来加速。这种思想被称为末日加速主义。末日加速主义者坚信，马赫迪归来有其前提条件，世界必须陷入彻底的混乱，大规模的战争和灾难，就像经典预言的末世景象那样。既然预言中说末日会有毁灭性的火光和杀戮，那么如果现实中还没出现，他们就要想方设法去制造。他们相信，只有当人类面临绝境，遍地都是血与火时，救世主才会不得不现身拯救世界。
简单来说就是毁灭现有秩序，逼出新世界。这种逻辑听上去疯狂至极，但在某些伊朗强硬派眼中却是神圣的真理。和平反而被视为延宕神计划的障碍，战争和混乱则成了加速神计划的动力。这种心态解释了许多外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伊朗为何冒着灭亡风险也要发展核武？为何敢于与超强敌人对抗？因为在末日加速派看来，核武器不只是国防利器，更是打开末日之门的关键道具。拥有了它们，他们才能引爆足够大的灾难场景，让预言成真。天空中火光从天而降，大地上一片血海，这样马赫迪就会出现，带领大家走出黑暗。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真相信世界末日即将降临，他对待战争与核武的态度会是什么样？一般国家追求核武是为了自保与威慑，希望避免真正动用，但末日加速派则相反，他们追求核武正是为了有朝一日敢于率先引爆。对他们而言，毁灭不仅不可怕，反而是开启新纪元的序幕。有了这种信念支撑，他们在面对国际制裁和军事威吓时，也就异乎常人的强硬。当别人在谈判桌上权衡利弊时，他们心里想的可能是如何让谈判破裂、冲突升级，以早日迎来末日决战。事实上，这股思潮在伊朗革命后不久就开始萌芽。80年代，霍梅尼就曾严厉警告过一个激进团体霍加提耶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正是加速马赫迪降临。他们鼓吹通过挑起教派冲突和动乱来创造末日条件。霍梅尼意识到这太危险，下令取缔了该组织，强调伊朗的任务是建立伊斯兰秩序，而非自寻毁灭来祈求救世主出现。霍梅尼之后继任的哈梅内伊虽延续神权统治，却无法完全压制这种极端理念的滋长。90年代起，保守派高层中的宣扬者越来越多，其中最有名的是米斯巴雅兹迪，他是位德高望重的保守宗教领袖，被称为末日加速派教父。雅兹迪公开宣称，马赫迪的回归不是等来的，而是要造出来的。他提倡透过制造巨大的混乱和苦难来迫使马赫迪提前出场，言论之大胆令许多温和派神职人员啧舌。这股末日加速思潮在21世纪初达到新的高峰。2005年，一位笃信末世预言的政治人物当选伊朗总统，他就是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后，对马赫迪降临表现出异常的热情。他在许多场合直言自己相信末日将至，并且积极做准备。据说他开会时总会预留一个座位给马赫迪，象征随时恭迎隐藏的伊玛目。他甚至斥资扩建了库姆附近的贾姆卡兰清真寺，因为传说那里是马赫迪显灵的地方，许多人会去那口圣井投递写给马赫迪的信。更夸张的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12年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开场就高声祈祷，愿真主尽快送来伊玛目马赫迪，直接把末日信仰搬上了全球外交舞台，震惊了国际社会。他的一位幕僚透露，早在2005年他第一次在联合国讲话时，就感觉到有一道神光照在身上，所有人都屏息倾听。艾哈迈迪内贾德坚信，那正是隐藏的伊玛目在默默相助。这些言行在外界看来近乎疯癫，但在伊朗国内却得到不少宗教强硬派的支持。他们相信总统是在履行神圣使命。在那段时期，伊朗还出现了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举动。2011年，一部名为《末日将至》的半官方纪录片悄然流传开来，片中宣称中东近年的战乱，如美军入侵伊拉克、真主党与以色列冲突、阿拉伯之春等，都对应了末世预言，暗示马赫迪即将现身。纪录片甚至把哈梅内伊、艾哈迈迪内贾德等人都比作预言中的天选帮手，意气风发地表示，黎明前的黑暗就要过去了。这部影片的片名译及马赫迪显现已经为期不远，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许多温和派教士批评这是狂妄自大的不实宣传，但也有人相信影片道出了真相，伊朗正处于末世剧本的关键阶段。在末世信仰的推动下，伊朗对待核武问题的态度也更加强硬了。回想2010年代，伊朗一边和西方谈判核协议，一边暗中加紧浓缩铀步伐，态度反复。对他们而言，国际制裁再痛苦也能忍，因为他们觉得那是通往荣光的阵痛。
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更是明火执仗地恢复核活动，以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警告伊朗已经离拥核不远。2019年起，伊朗在波斯湾连续扣押外国油轮，击落美军无人机，试探着西方的反应。同年9月，也门的亲伊朗组织胡塞武装攻击沙乌地的油田设施，造成全球油价暴涨。这些举动表明，伊朗强硬派已经准备承受更大冲突来推进目的。他们甚至可能暗暗希望通过引发更剧烈的对抗，把局势一步步推向预言中的最终战场。不知不觉中，我们仿佛发现伊朗激进领袖正按照某种末日时间表在行动，一项又一项的预言似乎被对应到现实。1979年至今40多年，伊朗高呼打倒美国这个大撒旦已成为例行仪式，就像经文中所说，正义之师对抗魔鬼，黑旗与苏夫亚尼的征兆也逐一出现。叙利亚内战中残忍的军阀四起，极端组织 ISIS 挥舞黑色旗帜在中东肆虐一时，也门的胡塞武装，伊朗所支持的一支什叶派武装，近年来自诩为亚曼尼的继承人，传说末世将由亚曼尼义军兴起。这一桩桩事件对末日论者而言几乎如同剧本照进现实，他们更加深信宿命在召唤。与此同时，伊朗政权的敌人也被他们上升到了神魔对决的高度。在德黑兰强硬派眼中，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地缘对手，更是阻碍马赫迪降临的最后2块绊脚石。只有打倒了这大撒旦和小撒旦，人类才能迎来光明。在这种思路下，任何外交妥协都被视为对信仰的不忠，最终大战才是使命所在。这解释了为什么伊朗对以色列的存在抱着近乎狂热的敌意，以及面对美国极限施压宁可玉石俱焚也不让步。对他们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国家利益之争，而是一场神圣的较量。这种将现实冲突宗教化的态度自然令邻国极度恐惧。2017年，沙乌地阿拉伯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就直斥哈梅内伊是中东新希特勒。沙乌地作为伊朗的主要宿敌，非常清楚伊朗激进派在等什么。什叶派的末世传说中提到一个标志，阿拉伯半岛的统治者将被杀，局势陷入混乱，这常被解读为沙乌地王室遭遇厄运。沙乌地王储所以如此警惕，就是担心伊朗真会对他或其他阿拉伯领袖下手，以应验预言。MBS 曾警告，如果伊朗真拿到核弹，沙乌地也别无选择，只能立刻跟进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因为这已经不是石油争端，而是关乎生存权的终极圣战。中东各国纷纷绷紧神经，他们看到的伊朗不再是寻常理性的国家，而像是一个执着于毁灭性信仰的疯子。眼看着灾难的阴影越拉越长，国际权力格局也开始为之变动。2021年后，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加速靠拢，组建某种非正式的反伊朗同盟。大家都明白，伊朗一旦练成末日武功，谁都无法独善其身，世界进入了危险的倒计时。2025年底，多家情报机构报告伊朗距离具备核弹已仅一步之遥，局势终于一发不可收拾。2026年初，中东爆发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剧烈冲突，以色列空军率先对伊朗境内的核设施发动精准打击，美国随后也对伊朗军事目标展开攻击，以防止伊朗报复盟友。战火被点燃，德黑兰的强硬派领袖们反而露出了兴奋而笃定的神色，他们苦苦等待的末日之战终于来了。伊朗政权随即全面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驻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倾泻飞弹雨，黎巴嫩的真主党武装向以色列北部猛烈发射火箭弹，在加沙地带，亲伊朗的圣战士也对以色列南部发动袭击，也门的胡塞武装更向沙乌地首都发射飞弹。短短几天内，中东至少有10多个国家卷入了冲突，战火遍地，生灵涂炭。有人形容伊朗就像一下子同时向12个方向挥刀，中东被拖入了一场全面大乱斗。战争的爆发让全世界为之颤抖，油价瞬间飙至历史高位，全球股市暴跌，经济陷入危机，无数平民在战火中逃难，难民潮汹涌而出。这场冲突的规模和烈度是2战以来所未见的，全人类都感受到了末日般的寒意。然而，对伊朗末日加速派来说，这一切却近乎狂喜。预言中的场景终于出现了，他们相信只要再接再厉，
加把劲把战争推向更高级别的毁灭，马赫迪就将降临。美国在盟友遇袭、自己部队蒙受伤亡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只能强力回击伊朗。短时间内，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重要军事基础设施进行了上百次空袭，同时国际舆论几乎一面倒地谴责伊朗的冒进，就连过去保持中立的国家也被迫选边，多数加入对伊朗的制裁行动。然而，伊朗领导层似乎毫不在乎被全世界孤立，他们透过官方媒体不断播报光荣的末日圣战，宣称真主站在自己这边，胜利终将属于忠诚者。一时间，仿佛整个伊朗都疯狂了。短短几周，这场空前惨烈的中东大战已导致数十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更可怕的是，由于伊朗政权将战火尽力扩散，许多无辜的第三国也遭了池鱼之殃。波斯湾航运几乎停滞，导致全球能源和经济遭到重创，国际社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人们害怕这场地区战争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人都在问，难道这真是人类的末日降临了吗？就在这危急关头，一些西方政要开始公开点出伊朗行为背后的宗教动机。2026年3月，美国一位重量级官员严厉地指出，伊朗这个政权的领袖是激进神权人士，他们做的不是地缘政治决策，而是神学决策，他们的世界观带有末日色彩。这番话赤裸裸地揭开了伊朗领导层的末世心态，引发全球震动。其实，早在2015年就有人做出类似警告，当时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就说过，伊朗不惜一切代价搞核武，根本目的不是国家安全，而是想亲手触发最后的大战。如今，这个危险预言一语成谶，许多人开始明白，单靠传统的谈判安抚是无法让一群渴望末日的人弃械的。他们不由得对前景更加焦虑。如果有人真想引爆核战，那人类还有什么办法阻止呢？战火的影响也席卷了全球，波斯湾原油出口骤停，国际油价飙涨，各国经济摇摇欲坠，欧美国家爆发了大规模反战示威，民众痛斥领袖没能阻止灾难降临，无数家庭陷入对未来的恐惧中。然而，这种恐惧情绪某种程度上正中末日论者的下怀。对伊朗的狂热派来说，世界陷入恐慌本身就是末日景象的一部分，是马赫迪出场前的征兆。他们甚至可能盘算着再进一步，是否该考虑动用核武，将战争提升到真正的末日级别。这绝非杞人忧天。美国情报机构注意到，伊朗革命卫队的核导弹部队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虽然伊朗尚未真正制造出完整的核弹，但他们可能掌握了一些所谓脏弹或高辐射装置，可以造成严重污染和恐慌。一旦伊朗真的孤注一掷使用这类武器，哪怕只是一次，小型核战也将成为现实，全球局势将彻底失控，那将真正应验圣经启示录中火烧全地的景象。说到圣经，其实在数千年前另一场预言中，也隐约出现了今日伊朗的影子。旧约以西结书第38章曾预言末日之战时，有个恶人哥格会联合多国侵袭以色列，其中特别提到会有波斯参战。波斯，也就是现代的伊朗，居然早已在西方的末世预言里占了一席。按照圣经的说法，这支邪恶的联军将被上帝亲自毁灭殆尽，正义在末日之战中获胜。于是有些基督教预言家也喊出了自己的警告，末日圣战真的已经展开，伊朗就是圣经里的那头猛兽。在他们看来，现在发生的伊朗战争正是神所预示的哈米吉多顿序曲，最终基督将在决战中击败敌基督、伊朗等邪恶势力，建立千年和平国。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伊朗和西方竟都在各自的宗教叙事中把对方描绘成了末日之敌。在伊朗的宣传里，美国是横行的恶魔、大撒旦。在许多西方人的观念里，伊朗是残暴的古波斯在世，得由上帝来清除。双方都笃信自己的预言都会实现，谁也不肯让步，这就使得冲突蒙上了一层难以化解的宗教宿命色彩。当一场战争被双方都视为神的旨意时，还有谁愿意坐下来妥协谈判呢？这才是整件事最让人绝望之处。既然说到宗教，就不能不提一个在三教末世预言中都扮演关键角色的人物——耶稣。虽然伊斯兰和基督教信仰不同，但末世传说中双方都提到了耶稣的再临。
不过两边对耶稣末世角色的描述恰恰相反。根据什叶派的说法，马赫迪出现时，先知尔撒，也就是耶稣，将和他一同从天而降，协助他对抗邪恶势力。换言之，伊朗相信耶稣也会成为穆斯林阵营的一员，帮助马赫迪劝导全世界皈依伊斯兰教。而基督教启示录中则预言，耶稣再临是为了击败敌基督和魔鬼军团，拯救基督徒于末日苦难。也就是说，在西方眼里，耶稣会站在基督教文明这边，对抗包括马赫迪在内的其他宗教领袖。这种互相都觉得耶稣会帮自己的错位想象相当戏剧化，但却真实存在于双方的信念里。它进一步强化了这场冲突的宗教对立，双方都认定正义在己，连耶稣都会助阵，对手则是彻头彻尾的魔鬼化身。具体到这场战争中，耶路撒冷成了所有人都绕不开的敏感点。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是他们重建第三圣殿的所在地；对穆斯林而言，那里有他们的第三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对基督徒，耶路撒冷更是耶稣将再临的地方。如今战火席卷中东，耶路撒冷更被视作末日剧本的最后战场。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传出一些危险的苗头，有犹太极端分子企图趁乱在圣殿山穆斯林的第三大圣地进行象征性的祭祀活动，希望推进重建圣殿的进程。这种行为一旦坐实，将犹如在火药桶旁点火，整个伊斯兰世界都会为之沸腾。幸运的是，以色列当局迅速阻止了这些极端分子的行动，局势才没有进一步失控。但圣殿山那方寸之地承载的庞大信仰冲突能量依旧让人心惊。可以说，耶路撒冷的命运甚至关系着未来整场末日风暴的走向。谈到宗教狂热，我们也不妨回顾一下近期另一个宣称执行神旨的极端组织下场，那就是几年前横行中东的伊斯兰国 ISIS。 这个逊尼派圣战组织建立所谓哈里发国时，也声称自己是在履行预言，要引发穆斯林与罗马决战。根据他们引用的古老圣训，叙利亚北部将有一场末日大战，在战场名为达比克的小镇上，穆斯林军队与罗马泛指基督教文明世界将展开生死搏杀。ISIS 甚至将自己的宣传杂志命名为达比克，表明他们笃信这一剧本。可实际情况是，当他们极力挑衅西方军队来达比克决战时，等来的却是联军铺天盖地的猛攻。2017年 ISIS 武装被彻底消灭，他们幻想的末日决战根本没有上演，所谓马赫迪更不曾现身相助。这个下场充分证明，凡是妄图自导末日剧本的人，最终大多逃不过自食恶果的命运。伊朗激进派或许瞧不起逊尼派的 ISIS， 但两者极端思维上的相似，足以给所有人敲响警钟。随着这场空前惨烈的中东战争推进，人们不禁要问，难道预言中的末日真的到了？我们是否正见证着人类文明的终章？战火中，伊朗激进领袖们依然鼓吹着他们的大预言，相信马赫迪不日将降临。但另一边，几乎全世界都在祈求这场疯狂能尽快停止。在各国城市，上街反战的人潮一波接一波，许多地方响起各宗教团体联合的祈祷声，人们恳切地希望和平可以重回人间。这仗打到现在，没有人是赢家。若继续下去，就算真有谁的预言实现，那实现的代价也将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我们必须认清，预言从来不等于宿命。回到伊朗的这场豪赌，我们不得不感慨，极端的信仰确实给世界带来了莫大的灾祸。伊朗强硬派以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但实际上，他们正在将自己的国家乃至整个人类推向深渊。所幸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多数世人依然保持理性和善念，没有跟着一同疯狂。各国政府正在紧急协商停火方案，联合国秘书长激进哀求的呼吁，请悬崖勒马。尽管之前安理会曾经僵持不下，但面对核战风险，5大国也开始在一些底线问题上达成共识，那就是绝不能让核末日成为现实。也许历史还会给我们一次机会来改写这危局。我们不该忘记，人类曾多次在悬崖边缘停住了脚步。古巴飞弹危机，我们避免了核战；数次误报险情靠着冷静的人而化解。只要绝大多数理性的人联合起来，疯子终究无法代表整个人类。预言的意义也许正在于让我们引以为戒，选择避免最坏的未来。
我们希望这一次人类依然能回避厄运，在最后关头把末日之门关上。回到故事的开头，那个听起来离奇的预言，伊朗要毁灭全世界，只为让一个人回来。现在看来，这预言几乎被部分疯狂之徒付诸行动，但真正决定未来走向的，不是他们口中的神秘力量，而是我们所有人此刻的选择。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制止疯狂，明天依然有转机。或许多年以后再回望今天，我们会庆幸地说，幸好人类在最黑暗的时刻没有放弃理智，我们战胜了预言的阴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黎明。全世界正被中东战火搞得天翻地覆，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日联手发动了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一举斩首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飙到每桶$120以上，台股在3月9日暴跌近1500点，创下史上盘中第2大跌点。可就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中东战火吸引的时候，有一群美国通灵师却不约而同地把手指向了另一个方向。他们说，真正的大事不在中东，而在台湾周边的水域。更诡异的是，他们锁定了2个关键日期，一个在4月，一个在8月19日，说那将是爆炸性的时刻。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扒一扒，这些通灵师究竟看到了什么？他们的预言靠谱吗？而我们又该如何面对？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这群通灵师是何方神圣。第一位是来自洛杉矶的程迪·赫文利，他可不是路边摆摊算命的江湖术士，而是美国最知名的灵媒之一，拥有神学和哲学咨商双博士学位，从业超过30年。他的客户包括好莱坞明星、前总统、幕僚，甚至各国元首和皇室成员。在著名的辛普森案审判期间，还被请去协助办案。他被收录在美国百大灵媒与占星师一书中，连续25年为美国国家询问报提供灵力加持，据称帮助读者赢得了超过$175,000,000的彩票和赌场奖金。更重要的是他的预测命中率，他曾经成功预测了川普2016年当选总统，预言了普京入侵乌克兰，准确预言了台湾赖清德当选总统，甚至连法国马克宏连任、菲律宾小马科斯当选、韩国尹锡悦上台都提前说中了。在2025年，他还精准预测了川普的中东和平协议以及限制伊朗核能力的行动。第二位是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吉尔·杰克逊，他自称是连接物质世界和灵界的大使，是连续2届的年度最佳灵媒得主，拥有数以千计的快乐客户。他在2025年底接受杰夫·马拉波克采访时，发布了他对2026年的预测。他说，有很多变化即将到来，有很多地球变化即将到来。我看到了陆地在移动，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当时听起来有点含糊，但他随后具体指出了这些地震将发生在亚洲和美国西海岸。结果呢？2026年1月的第1周，全球就录得近100次规模 4.5 以上的地震，集中在太平洋火环带地区，其中菲律宾更出现了 6.4 级强震，日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都被震得不轻。更惊人的是，他在2025年就精准预测了日本青森县会发生 7.6 级地震，结果12月果然震了。这位连地震发生的地区都能提前说中的灵媒，他对2026年后续的警告能不让人重视吗？第三位是英国的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被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和末日先知。他在 YouTube 上拥有超过23万订阅者，做了30多年的预测。他曾提前预言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驾崩、新冠疫情的爆发、川普2016年的当选、英国脱欧。而最近，他预言了美以联军将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和领导层。结果2月28日，美军果然发动了精确打击，连哈米尼都在空袭中丧生了，这准确程度让人毛骨悚然。帕克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谈论台湾问题，他说自己在频道创建之初就感觉到中国和台湾之间会爆发冲突。他还提到了一段奇妙的姻缘，中国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家族成员曾经来找他的妻子简做通灵读取，这让他对中国和台湾的未来有了更深层的感应。第四位是巴西的阿索斯·萨洛梅，自封为活着的诺查丹马斯，他成功预言了女王之死和新冠大流行。现在他警告2026年将出现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全球性冲突，
并且预测了可能发生大规模电磁脉冲攻击导致基础设施瘫痪的场景。第5位是被网友封为中国的诺查丹马斯的北京历史教师蒋学勤，他是耶鲁大学英语文学专业毕业，在北京的高中教授哲学和历史，同时运营一个叫做预测历史的 YouTube 频道，拥有近200万订阅者。他早在2024年5月就通过历史规律分析法预测了2件事，一是川普会重新当选，二是如果川普回归白宫，美国极有可能对伊朗开战。如今这2个预言全部精准应验，让他一夜之间在全球社交媒体上爆红。除了这5位主要人物之外，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是美国波士顿的直觉预言家珍妮·梅耶尔。他在自己的网站上维护着一个持续更新的世界灵媒预测页面，由他和一群通灵师团队共同贡献预测内容。在2026年的预测中，他的团队成员之一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什么东西在水中，并标注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另一位成员则预见了戴着头盔的男人们在打仗，女人也参与了这场战争，受害者是平民。他还感觉到美国是问题的一部分。这些零散的预见拼凑在一起，描绘出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3、4、5月份预测中，出现了家庭中的阳刚能量需要更多的阴柔药方，女性正在使用巫术般的魔法等描述。一些解读者认为这可能暗指台海局势中军事力量与外交智慧之间的博弈。还有成员看到了美国港口的货柜寥寥无几的景象，这与当前荷姆兹海峡封锁导致的全球供应链危机形成了诡异的对应。从地理位置来看，台湾的战略脆弱性是所有通灵师预测的共同背景。台湾是一座面积仅36000平方公里的岛屿，四面环海， 98% 的能源靠进口， 70% 以上的粮食也依赖进口。台湾海峡最窄处只有130公里，解放军的火箭军从福建沿海发射导弹到台北只需要几分钟。同时，台湾又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绝对核心，台积电一家公司就生产了全球超过 60% 的先进晶片。这意味着台湾周边水域的任何风吹草动，无论是军事冲突还是自然灾害还是航运中断，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正因如此，当多位通灵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台湾周边水域时，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好了，认识了这些人和背景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对台湾周边水域究竟说了什么具体的预测。先说程迪·赫文利，他在2026年初发布的年度预测中明确提到了以下几个关于台湾的重点。第一，中国的空军和海军将在台湾附近增加巡逻频率，持续测试台湾的防御能力，但在川普执政期间不太可能爆发全面冲突。注意，他说的是不太可能，而不是绝对不会，这个措辞本身就留了很大的余地。第二，严重的台风将侵袭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部，造成大范围的破坏，这意味着台湾周边水域将面临来自自然界的巨大挑战。第三，他提到川普和梅拉尼亚将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这次访问将在两国之间建立重要的联系，可能促成一份新的贸易协议。第四，尽管地缘政治紧张持续，台湾在川普的领导下将避免与中国的直接冲突，经济预计增长 2.68% 左右，但美国的关税政策将对台湾的扩张造成一定压力。4月，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为什么？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背景。目前美国正深陷美伊战争的泥潭之中，这场战争的烧钱速度堪称史无前例，光是开战首日，平均每小时就耗费新台币10亿元。美军动用了 F-35 隐形战机、B-2 逆踪轰炸机、双航母打击群，摧毁了上千个战略目标。但与此同时，精密武器的库存正在快速下降。有美国政府官员在与国会议员的闭门简报中已经讨论到美军精密武器库存可能因战事而减少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假设：如果美军因为中东战事而分身乏术，习近平可能会看到一个对台采取行动的战略窗口，而4月恰恰就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间点。为什么？因为美伊战争可能还没完全结束，川普却要去访问中国。在外交场合上，台湾问题必然是双方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川普会不会为了达成某种交易而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
北京会不会趁这个机会提出更强硬的条件？这些都是4月份最大的悬念。然而有趣的是，目前的情况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转。根据钜亨网引述《时代》杂志的深度分析，美伊战争短期内反而可能成为台湾的某种安全屏障。这个结论乍听之下很反直觉，但逻辑是这样的。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展现出的压倒性军事能力，对北京产生了极为明显的威慑效果。你想想看，美军用了什么招式？一夜之间就精准斩首了伊朗的最高领导层，哈米尼本人在首轮空袭中丧生，包括国防部长、革命卫队总司令在内的40名伊朗高级官员全部阵亡。美军用钻地弹摧毁了纳坦兹和佛尔多的核设施，对伊朗西部数百个中长程导弹发射井进行了预防性打击，甚至连伊朗海军的巡防舰德纳号都被美军潜艇在印度洋击沉了。这种战力展示对任何一个潜在对手来说都是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澳洲国立大学的政治学者直接说了这样一段话：斩首式打击的阴影如今已被证明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情境。中国的第一个反应将会是，这种事情也可能发生在这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也表示，中国势必会检讨其军备在伊朗与委内瑞拉的表现。我认为他们对美国展现的武力及其执行复杂行动的能力感到有些意外。更让北京尴尬的是，伊朗向中国购买的自杀式无人机和防空系统，在美军面前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此前委内瑞拉采购的中国先进雷达与防空系统，也完全无法侦测到美军的隐形战机。如果这些武器已经投入使用却仍然无效，那对中国军工体系的声誉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中国的人民解放军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实战，而现在他们亲眼见证了美军如何在短短几天内就瓦解了一个中等军事强国的整个指挥体系。所以现在的局面是，一方面美军的军事资源正在被消耗，另一方面美军展现出的压倒性战力又在震慑北京。这两股相互矛盾的力量在4月份将形成一个极其微妙的平衡点。如果你是北京的决策者，你会怎么想？是趁美军分身乏术搞一波大的，还是被美军的战力吓得不敢轻举妄动？这就是4月份台湾周边水域最大的悬念。更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坦克智库的最新分析，从美国发动史诗怒火行动后，中国军机扰台的数量居然出现了急剧下降。从2月28日到3月9日这段时间，只有一天出现了2架军机在台湾西南角飞过，其他天数全部是0架次。但到了3月10日，又突然来了5架次飞机，而且有飞越台海中线的举动。这种忽冷忽热的节奏本身就说明北京正在重新评估形势。中国持续维持平均5到7艘军舰在台湾周边站卫兵，像一只始终张开的大手，随时准备握紧。台湾周边水域的局势远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而且别忘了能源因素，这可能是整个棋局中最被低估却最致命的一环。中国每天需要进口大约1100万桶石油，其中约一半来自中东。荷姆兹海峡一出问题，中国每天就少了540万桶油的供应。伊朗在战前每天对外出口约160万桶石油，其中 90% 是输往中国的，主要通过马来西亚水域的影子船队进行转运。再加上之前已经从委内瑞拉断供的44万桶，合计每天短缺近600万桶。中国虽然有12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大约能支撑80到100天，但如果战争拉长，效应就会非常显著。特别是现在伊朗已经把攻击目标从军事基地转向了海湾国家的炼油厂，以色列也把伊朗的油管和炼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这意味着即便战争结束，海湾各国要恢复正常供油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目前在国际现货市场上疯狂抢购石油，成为油价持续飙升的重要推手。对台湾而言，能源危机的威胁同样严峻。台湾是一个几乎完全依赖能源进口的经济体，而且台湾约1/3的液化天然气也需要经过荷姆兹海峡运输。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地中海航运、中远海运已经暂停了前往波斯湾所有港口的订舱。伦敦保险市场已经将整个波斯湾列为战争风险区，保费高到让航商根本无法承受。中油已经宣布调涨油价，加油站前大排长龙的场景成为了这个春天最深刻的记忆。
一个正在为石油焦头烂额的北京，有多少精力去冒险动台湾，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反过来想，如果北京判断美国的精力和资源已经被中东战争严重消耗，而且中国的石油困境反正已经很糟了，不会因为对台行动而变得更糟多少，那么是否反而会出现一种反正都是最坏情况不如放手一搏的危险心态呢？历史告诉我们，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一方强大而另一方弱小的时候，而是双方都处于脆弱和焦虑的状态下，误判和意外最容易发生。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时间点，8月19日。帕克在他的预测中提到，他引用了印度古老的纳迪占卜术的内容，暗示对台湾的攻击在2026年之前不太可能发生，但风险将在2027年前后显著上升。他还说，他感觉到将会有一场涉及台湾的重大全球性冲突，而这场冲突可能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在最近的访谈中，他更是直言，我要重申我当时说的话，我感觉到会有某种大的全球冲突，可能涉及台湾。现在看来，可能是任何一种全球冲突。这听起来似乎把时间线推到了更远的未来，但请注意，他说的是重大冲突不太可能在2026年之前，这意味着2026年本身就已经进入了危险区间。而如果说4月是这个危险区间的前奏，那8月19日就可能是它的高潮。那为什么是8月19日呢？这里我们需要引入另一个维度的分析。先说帕克提到的那个极其神秘的资讯来源，印度的纳迪棕榈叶。这是一种据说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古老预言系统，传说由印度古代圣者阿加斯提亚用棕榈叶记录下了所有将会来到这个世界的灵魂的命运。帕克和他的妻子简曾经亲自前往印度接受纳迪棕榈叶读取，结果让他们大为震惊。棕榈叶上记载的内容告诉他，他将警告世界关于一团毒气云的事情。帕克后来把这个预言与日本和太平洋板块联系在一起，他感觉到日本将会发生某种巨大的地壳运动，其影响将波及整个太平洋板块，甚至改变世界的格局。如果日本附近的地壳活动引发了连锁反应，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和菲律宾周边的水域。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帕克在接受美国灵性节目采访时坦言，他所有的预测中最让他担心的并不是战争，而是自然灾害。他认为一场影响太平洋板块的大规模地壳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它不仅会影响日本，还会波及美国西海岸、台湾以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他甚至用了改变世界这个词来形容这场即将到来的地球变动。这与杰克逊预测的重大水事件和龙数量预知梦中的超级海啸场景形成了惊人的呼应。3位来自不同国家使用不同预言方法的灵媒，却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太平洋板块的剧烈活动将在不远的未来对台湾周边水域造成重大影响，而天文学的客观数据也为这些预言提供了某种间接的支撑。有研究指出，日月食期间地球潮汐力的变化确实可能对已经处于临界状态的断层产生微妙的触发效应。虽然这种触发机制在科学界仍有争议，但多项统计研究确实发现了大地震与天文潮汐周期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通灵界和占星界的多位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2026年8月的日食和月食。在占星学的体系中，日月食被认为是触发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强力催化剂。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石像窗口期间或前后。多位通灵师和占星师明确警告说，2026年8月的石像将带来极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灵媒世界网站更是直接写道，8月的日食将带来巨大的波动。这种波动不仅可能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上，更可能体现在地缘政治的突然变化和自然灾害的爆发上。而8月19日这个日期之所以被特别点名，是因为它恰好处在这个石像窗口的核心位置。更关键的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几股巨大的力量将同时汇聚在台湾周边。第一股力量是军事部署的重新洗牌。如果美伊战争如川普所承诺的那样在4到5月份基本结束，美军将有大约3个月的时间来补充消耗的武器库存和重新部署兵力。到8月中旬，美军的印太战略部署将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在这个过渡期间，防御态势可能出现短暂的空档，而这恰恰就是通灵师们所说的
最不设防的时刻。第二股力量是中国的能源复苏周期，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大约能支撑80到100天。如果荷姆兹海峡在3月中旬开始逐步恢复通航，中国大约需要到7、8月份才能完全恢复正常的能源供应，重新补满战略储备。一旦能源问题解决，北京在对台政策上的底气就会大幅增加。第三股力量是台风季节的高峰，台风通常在7、8月份进入最活跃的时期，台湾周边海域的气象条件将变得极为复杂。贺文丽就明确预测了严重的台风将侵袭台湾。如果一场超级台风在8月中旬袭击台湾，不仅会造成直接的破坏，还可能干扰军事监测和预警系统，为各种意外创造条件。第四股力量是地壳活动的持续累积。吉尔杰克逊明确警告说，亚洲地区将继续经历重大的地震活动和水事件。他特别点明了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他在2025年底就精准预测了2026年初的地震潮。那么他关于接下来主要水事件的预测是否也会应验？要知道，台湾位于欧亚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本身就是全球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2024年4月3日，花莲才经历了7.2级大地震的浩劫，这种规模的地震释放的能量相当于32颗原子弹。更让人不安的是，还记得2025年7月那场俄罗斯勘察加半岛 8.8 级大地震吗？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那场地震的震源深度只有约 19.3 公里，威力巨大。日本气象厅为此紧急发布了海啸警报，预警浪高恐达3米。而日本漫画家龙树亮的《预知梦》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中描绘的场景，虽然他预言的7月5日那天没有完全应验，但那场俄罗斯大地震却让所有人重新想起了他的恐怖警告。他在漫画中画到的超级海啸场景，描绘的正是西太平洋海底突然裂开，高达40米的巨浪涌向日本、台湾、香港和菲律宾，甚至将这些地区的陆地连接在一起。地震专家们虽然强调这种预言缺乏科学依据，但他们同样指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南海海槽未来30年发生8到9级大地震的几率已经上升到了 80%。台湾前中央气象局地震预报主任郭凯文曾分析指出，该地区确实存在高风险。虽然他也指出花莲外海的大峭壁地形可以将海啸波弹回，民众不必过度恐慌，但防灾准备依然是必要的。印度神童阿南德也曾经在出席台湾举行的亚洲区块链高峰会时发出过类似的警告。他预言南海地区可能发生3大事件：一是爆发区域冲突，二是发生重大天灾，三是出现类似种族灭绝的悲剧。他指出土星和月球北交点的相会，象征着与水有关的区域将会发生天灾，最先出现问题的地方就是南海，可能会发生地震和海啸。那么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通灵师和预言家的预测放在一起，并叠加上目前的地缘政治现实，会看到什么样的图景？第一层是地缘政治的火药桶。台湾海峡本身就是全球最危险的军事对峙前线之一，南海地区有7个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中国宣称拥有9段线内的广阔海域主权，而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汶莱、印度尼西亚都各有主张。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第7卷第26节中写道，轻快帆船和大型划桨船围绕着7艘船，一场致命的战争将被释放。很多专家认为这段描述的就是南海的7国争端，加上美国坚持维护台湾实质独立的立场，这片水域简直就是一个湿漉漉的火药桶。第二层是自然灾害的暗流。太平洋火环带的地震活动持续活跃，南海海槽的压力持续累积。2025年下半年的勘察加大地震已经显示了板块活动的剧烈程度。如果一场大规模的海底地震在台湾周边发生，引发的海啸可能会影响整个西太平洋沿岸。第三层是能源安全的脆弱性。美伊战争已经让全球能源供应链受到重创，台湾 98% 的能源依赖进口，荷姆兹海峡的封锁直接威胁到台湾的能源安全。国际航运巨头马士基、地中海航运、中远海运已经暂停了前往波斯湾所有港口的订舱。伦敦保险市场已经将整个波斯湾列为战争风险区。
如果在台湾海峡同时出现军事紧张或者自然灾害，台湾面临的将是双重打击。第四层是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台股已经在3月9日经历了史诗级的暴跌，一天之内重挫近2000点。虽然随后在3月10日出现了强劲反弹，但这种剧烈的波动本身就说明市场神经高度紧绷。帕克甚至预测了人工智能泡沫将在春季破裂，加密货币可能暴跌 70%。如果4月或8月再出现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或自然灾害，金融市场的反应可能会更加剧烈。第五层是信息战和心理战的维度。帕克特别提到了网络攻击和基础设施瘫痪的风险。萨洛梅也预测了大规模电磁脉冲攻击可能导致电力中断。在现代战争中，网络攻击和信息战往往是军事行动的前奏。如果台湾周边水域真的要出大事，很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会出现通信干扰、网络异常等前兆信号。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拉到更宏观的历史脉络中。帕克在他的长期预测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冲突的本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传统的陆地争夺转向了对水道和海洋资源的控制。谁控制了水路，谁就掌握了主导权。而美国正试图控制未来的货物流通渠道。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应用到当前的国际局势，就会发现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美国先控制了荷姆兹海峡这个能源咽喉，然后可能把目光转向台湾海峡这个贸易咽喉。全球约 50% 的货柜船和 88% 的最大型船舶都要经过台湾海峡，这条水道的战略价值绝不亚于荷姆兹海峡。帕克还预测了中国最终将经历重大的政治转型，他甚至用了中国的终结之始这样惊人的措辞。他预见中国可能分裂为多个民主区域，形成某种邦联制度。虽然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他提醒我们，在几年前，有谁能预料到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会一夜之间被逮捕？有谁能想到英国社会会在短短几年内面目全非？全球变化的速度正在不断加快。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个500年前就已经写下的惊人预言。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他的预言诗集《诸世纪》第7卷第26节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轻快帆船和大型划桨船围绕着7艘船，一场致命的战争将被释放。这段话被很多专家解读为描述了一场涉及多国的海上冲突，而南海地区恰恰有7个国家和地区存在领土争议：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汶莱和印度尼西亚。为了强化主权主张，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建设军事设施，派遣大规模渔船队入侵邻国水域，而所有参与争端的国家都曾逮捕在自己的水域作业的他国渔民，加上美国坚决维护台湾独立的态度，这片水域简直就是一个湿漉漉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点燃。在第1卷第26节中，诺查丹马斯还写到了蜂群将会崛起，夜间设下伏击。有阴谋论者把蜂群和无人机战争联系在一起，因为蜂群的群体智能行为与现代无人机蜂群战术惊人的相似，而夜间伏击的描述则让人联想到突袭式的军事行动。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不就是在夜间发动的吗？如果将来台湾周边水域发生类似的夜间突袭行动，无人机蜂群很可能是主角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的占星学背景。占星师们一致认为2026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年份。最重大的天文事件发生在2月20日，当天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交汇，这种合相每36年才发生一次，上一次是1989年，也就是柏林围墙倒塌的那一年。占星师们认为，每当这种合相发生在白羊座的重启点时，世界格局就会经历一次根本性的重组。而2026年8月的日月食又恰好处在这个大周期的关键节点上，为整个局势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爆发力。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龙婆也对2026年做出了极为悲观的预言。根据他的信徒对其笔记的解读，这一年可能会爆发一场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战火甚至可能导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锐减。萨洛梅这位活着的诺查丹马斯也警告了可能出现涉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全球性冲突，以及大规模电磁脉冲攻击可能导致电力基础设施的瘫痪。
秘鲁的萨满们更是在年初的传统占卜仪式中表达了对2026年的深切担忧。他们甚至对川普的健康状况发出了警告，说他可能在今年遭遇突发性的严重疾病，这将为美国政局投下巨大的变数。如果美国总统在关键时刻出现健康问题，对台湾安全保障的影响不言而喻。帕克引用了印度纳迪占卜术的内容，指出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他说，对台湾的攻击在2026年之前不太可能发生，但风险将在2027年前后显著上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2026年可能是暴风雨前的最后宁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暴风雨开始酝酿的阶段。4月份的川普访华和8月份的地缘政治重组，可能就是这场暴风雨的前兆。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到一个更加恐怖的可能性。蒋学勤这位中国的诺查丹马斯，他的分析方法与其他通灵师不同，他不是靠通灵感应，而是靠历史规律的分析。他在2024年就通过分析历史周期预测了美伊战争的爆发。现在他的最新分析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很多人都在追问他对台海局势的看法。如果连一个历史学者都能通过规律分析预测到地缘政治的巨变，那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重视那些来自不同途径的一致性警告？当然，我必须在这里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但书，预言就是预言，它们并不是科学事实，更不是必然会发生的未来。历史上有大量的预言被证明是彻底错误的，包括这些通灵师自己也有很多预测并未应验。帕克虽然预言了女王之死和新冠疫情，但他也做过很多落空的预测。贺文丽虽然说中了很多政治事件，但他2022年就预测中国会对台湾动手，结果什么也没发生。龙婆预言2025年是世界末日的开始，但截至目前人类依然好好活着。龙树亮预言的2025年7月5日超级大地震也没有按照他描述的方式发生。阿南德的很多预言同样存在时间偏差和内容模糊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预言之所以看起来准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确认偏误的心理效应。人们倾向于记住那些命中的预测，而忽略大量落空的预测。同时，很多预言的措辞故意模糊，留有很大的解读空间，让人们在事后可以对号入座。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忽视，这些通灵师的预测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往往是因为他们与现实世界的走向有着某种奇妙的呼应。美伊战争的爆发确实让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台湾周边水域的安全环境确实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地震活动的频繁确实让太平洋板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中国的能源困境和军事态势的重新评估也确实在影响着台海局势的走向。所以与其纠结于预言是否会准确应验，不如把它当作一个警钟，一个提醒我们关注风险、做好准备的警钟。那么具体来说，如果台湾周边水域真的要出大事，最可能的场景是什么呢？我们根据各方通灵师的预测和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整理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境。情境一是灰色地带冲突升级，这是最可能也是最隐蔽的场景。中国不发动全面战争，而是通过持续增加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的巡逻频率，不断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偶尔越过台海中线，偶尔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深处，偶尔对台湾周边的国际航道进行军事演习。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不会触发美国的直接军事介入，但会持续消耗台湾的军事资源和社会心理承受力。贺文丽预测的增加巡逻频率测试防御，正是这种场景。情境二是天灾人祸叠加，一场超级台风或大规模地震袭击台湾的同时，中国趁机加大军事施压，甚至以人道救援为名义向台湾周边水域派遣军事力量。这种场景听起来像电影情节，但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自然灾害往往是军事冒险的绝佳掩护。杰克逊预测的重大水事件如果与地缘政治危机同时发生，后果将难以想象。情境三是代理人冲突，不是中国直接对台湾动手，而是在南海的其他争端水域爆发冲突，比如菲律宾和中国在仁爱暗沙的对峙升级，或者越南和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发生海上摩擦。这些代理人冲突会间接影响台湾的安全环境，因为一旦南海局势恶化，台湾海峡的紧张程度也会随之上升。
帕克预测的南海紧张局势和中国的终结之始，可能就是指这类连锁反应。情境4是黑天鹅事件，也就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突发状况。可能是一次网络攻击瘫痪了台湾的电力或通信系统，可能是一次海底火山喷发改变了台湾周边的海洋环境，也可能是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决定。萨洛梅预测的电磁脉冲攻击和秘鲁萨满对川普健康的担忧，都可能成为触发黑天鹅事件的因素。不管最终出现的是哪种情境，有一点是确定的，2026年的台湾周边水域注定不会平静。地震专家早就呼吁了，面对各种预言，民众应该把重点放在强化防灾意识和实际准备上，而非过度依赖预知带来的警示。准备好紧急避难包，了解住家附近的疏散路线，关注政府发布的预警信息，确保手机的灾难警报功能开启，知道最近的避难所在哪里，这些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对于金融市场的投资者来说，适度分散风险，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是面对不确定性的基本智慧。最后，让我们回到一个更深层的思考，为什么人类如此着迷于预言？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都渴望找到某种确定的答案。美伊战争让我们见识了国际局势可以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2月27日你还在安心看盘，2月28日战争就爆发了，3月8日你以为市场已经稳住了，3月9日台股就暴跌近2000点，掼破32000点大关。我们以为遥远的战争跟自己无关，结果油价飙升，中油连续调涨，物价跟着水涨船高，加油站前大排长龙的画面成了每周的固定节目。在这样的世界里，通灵师的预言至少给了人们一种提前知道的幻觉，让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完全被动的棋子。有意思的是，你有没有发现，人类对预言的痴迷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奇妙的自我实现效应。当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在关注某个预言日期的时候，那个日期本身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能量。金融市场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当足够多的交易者相信某个价格会跌到某个水平时，他们的抛售行为本身就会把价格推到那个水平。同样的道理，当足够多的人相信4月或8月19日会出大事的时候，各方势力的紧张和防备行为本身就可能改变事态的走向。这既可能让危险升级，也可能因为各方都更加谨慎而反过来避免了灾难。这就是预言最诡异的地方，它在被观察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被观察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通灵师们的真正价值也许不在于他们的预测有多准确，而在于他们唤起了公众对风险的关注。当吉尔杰克逊说做好准备的时候，不管地震是否会如期发生，那些因此准备了急救包和撤离计划的人都不会白费功夫。当贺文丽警告台风将侵袭台湾的时候，不管台风最终是否真的来了，提前加固房屋和储备物资的人都在保护自己。也许这就是预言在人类文明中存在了数千年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它真的能预见未来，而是因为它提醒我们对未来保持敬畏。但真相是，没有人能准确预见未来，通灵师不能，科学家不能，政治分析家不能，甚至连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不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警觉，做好准备，然后继续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因为不管4月会发生什么，不管8月19日是不是真的是爆炸性日期，太阳依旧会升起，生活依旧会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时代的人都以为自己活在最危险的时刻，但人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韧性和适应能力。我们经历过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经历过2022年的俄乌战争，经历过2024年的花莲大地震，现在又面对2026年的美伊战争和全球格局重组。每一次我们都觉得天要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挺了过来。所以在那之前，保持冷静，关注动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比起任何预言，活在当下才是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事情。中共近年来疯狂建造的那些诡异两栖驳船，到底是不是入侵的前兆？而更离奇的是，从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到英国的末日预言家帕克，再到印度的古老纳迪叶，再到印度神童阿南德，
几乎所有知名通灵师和预言者都在指向同一件事情，但结局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反转，让所有悲观预言瞬间翻盘。台湾究竟安不安全？今天我们就从头到尾把整件事情摊开来，好好说个清楚。2025年1月，国际知名军事网站海军新闻率先曝光了一组让全世界军事分析家都坐不住的卫星照片。在中国南方的广州龙穴岛造船厂里面，至少5艘前所未见的特殊驳船正在加速建造。这些驳船每一艘的前端都延伸出一条超过120公尺的超长公路桥面，这个长度比一个足球场还长，可以直接让坦克和装甲车从远洋货船上开到岸边的公路。更加诡异的是，驳船底部还配备了可伸缩的千斤顶支柱，能够在恶劣的海况中稳定自身，形成一座移动式的海上码头。军事分析家们看到这个设计之后，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一个词语，那就是诺曼底。没错，诺曼底。回到二战时期，盟军为了攻打希特勒占领的法国海岸线，在1944年6月6日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2栖登陆作战。但当时盟军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法国沿岸的港口全部被德军炸毁或者重兵防守，根本无法靠岸卸货。你想想看，几十万大军冲上去了，可是后续的坦克、弹药、燃料、食物全都上不了岸，那不是等着被反推回海里吗？于是英国工程师们发明了一种叫做桑葚港的浮动临时码头，把整座港口拖过英吉利海峡，搭建在诺曼底海滩外面。这个构想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英国人硬是把它给做出来了。正是这种浮动港口，让盟军在登陆后的头3个星期内，成功运送了85万名士兵、48.5万吨补给品和15.3万辆军车上岸。可以这么说，没有桑葚港，就没有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就没有二战的最终胜利。而如今中国建造的这些2栖驳船，其设计概念与当年的桑葚港惊人的相似，更准确地说，它是桑葚港的现代升级版。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军事历史学家在分析后指出了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这种高度专业化的登陆驳船历史上从来不会闲着没事建造，它们造价极其昂贵，每艘的成本可能高达数亿美元，而且在和平时期几乎没有任何民用价值。更关键的是，当年桑葚港从开始生产到投入诺曼底作战仅仅间隔了1年。这位历史学家语重心长地说，这也是为了确保他们在需要使用的时候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些驳船只有一个用途，就是大规模的2栖突击作战，而他们最可能的目标，毫无疑问，就是130公里外的台湾。这下子全世界都紧张了。美国国防部在2024年底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明确提到中国正在大规模建造所谓军民两用的滚装渡轮。所谓滚装渡轮，就是那种车辆可以直接开上去开下来的大型渡船。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民用滚装船队，而这些船只在设计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军事用途，可以在战时快速从民用转为军用，装载坦克和装甲车直接开往对岸。报告还特别指出，虽然解放军海军目前拥有的传统登陆舰艇数量可能不足以单独支撑一场全面入侵台湾的作战，但北京显然认为，通过民用船只的大量征用，加上这些新型驳船的配合使用，已经可以弥补这个差距。而更加可怕的是，这些驳船的存在彻底打破了过去几十年来台湾防御规划的一个基本假设。以往军事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台湾岛周边适合大规模2栖登陆的海滩数量非常有限，而这些少数几个滩头阵地都已经被台湾军方重兵防守，布满了地雷、反坦克障碍物和火力点。但这些超长桥面的新型驳船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它们可以跨越礁石、软泥和各种不适合传统登陆的海岸地形，直接将重型装备送到岸上的公路上面。这意味着中共军队不再需要抢攻那几个大家都知道的滩头阵地，而是可以在任何出人意料的地点建立滩头堡。台湾辛苦构建的海滩防御体系可能一夜之间就失去了大部分意义。海军新闻的独立分析师萨顿在看到卫星图像后感叹道，我讨厌自己是对的。他早在2025年1月就预测了这种入侵驳船的出现，
而后续的卫星图像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到了2025年3月，事态进一步升级，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流出了一段后来被火速删除的影片，显示3艘驳船在中国南方海域的湛江南三岛进行了首次海上试验。影片中可以清楚看到，这3艘驳船通过千斤顶支柱稳稳地架设在浅水海域中，前方的超长桥面一路延伸到沙滩之外的公路上面，3艘驳船首尾相连，形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登陆通道。坦克可以从停泊在深水区的货船上开出来，一路通过驳船桥面，直接开上岸边的马路。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中用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大标题：中国为对台第一日行动打造的特种船只画面曝光。而海军新闻随后发布了更加详尽的技术分析文章，标题叫做《通往台湾的阶梯》。光是这个标题就足以让人夜不能寐。而且这些驳船的试验地点也很有讲究，湛江距离广州超过200海里，这些驳船是自己航行过去的还是被拖过去的，目前尚不清楚。但不管哪种方式，都证明了他们具备远洋部署的能力。要知道，台湾海峡最窄处也就130公里左右，而湛江到南三岛的距离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换句话说，如果这些驳船能顺利抵达南三岛并完成海试，那他们穿越台湾海峡更是不在话下。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头再看看历史上的诺曼底登陆，因为这个比较绝对不是军事分析家随便乱说的。诺曼底登陆成功了，但代价极其惨烈。即便盟军拥有几乎完全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即便他们为登陆日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周密准备，第一天仍然有超过4400名盟军士兵阵亡，更多人受伤。而且登陆行动好几次差点就要失败了，有些滩头的部队被德军压制的几乎要撤退，成功靠的是巨大的牺牲、高超的指挥技巧，以及不可否认的一点运气。那么中国如果试图对台湾发动类似的登陆作战呢？台湾海峡的平均宽度大约180公里，比英吉利海峡宽了好几倍。台湾西海岸的潮汐和天气条件非常复杂，每年真正适合大规模2栖登陆的天气窗口只有2到3个月。台湾的中央山脉从北到南纵贯全岛，最高峰接近4000公尺，这意味着就算你登陆成功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在崇山峻岭中进行残酷的城市战和山地战。而台湾军方近年来大力发展的不对称防御战略，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情境设计的。大量的反舰飞弹、水雷、岸基机动飞弹发射车，加上台湾自行研发的雄风系列巡弋飞弹和万箭弹等武器系统，都是为了让任何企图横渡海峡的舰队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美国的 CSIS 智库在2023年进行的台海兵棋推演中就发现，即使在中国胜利的情境下，解放军的损失也是惊人的，可能包括数十艘大型军舰和数百架战斗机。这不是打赢打输的问题，而是就算打赢了，你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代价的问题。好了，军事情报的部分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整件事最诡异的部分，就是全世界那些通灵师们的预言。你可能会说，预言这种东西怎么能当真？但等你听完就会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互不相识、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通灵师，竟然几乎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而且其中好几位的过往预言记录确实让人头皮发麻。先说最有名的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在1996年去世的传奇预言家，从12岁失明之后就开始展现预言能力。他据说曾精准命中了911事件、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英国2022年的毁灭性洪水。他的预言以隐晦的预言式语言记录下来，需要后人解读。而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针对2026年留下了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一条，就是他预见中国将接管台湾。龙婆还预言这场区域冲突将引发连锁反应，导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爆发直接且剧烈的对抗，最终甚至可能演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与军事冲突同步到来的，还有毁灭性的全球金融海啸。预言暗示全球经济体系将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模式。光是听到这里就已经够吓人了。但龙婆的预言还没完，
他还预言2026年将发生多起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包括大规模地震与火山爆发的连锁反应，加上极端天气，全球约 8% 的地区会遭受严重影响。更加玄幻的是，他还预测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智慧生命取得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好吧，这个我们就先放一边，回到台湾的话题。听完龙婆的预言，你是不是觉得天都快塌了？别急，因为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通灵师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而正是这个结局构成了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最精彩的大反转。他叫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人，被媒体称为末日先知，也有人叫他新诺查丹马斯。帕克从事通灵预言工作已经超过30年了，据称精准命中了新冠疫情的爆发、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的去世。他的预言方式非常独特，不仅依靠自身的灵媒直觉能力，还会参考来自印度南方泰米尔纳德邦的古老纳迪叶手稿。什么是纳迪叶？这可能是全世界最神秘的预言系统了。纳迪叶是一种据称由数千年前的印度圣贤们通过深度冥想和神圣感应，用棕榈叶记录下来的预言文献。最著名的圣贤包括阿加斯蒂亚、苏克拉和考西卡等。每一片叶子上都用古泰米尔语写着某个特定灵魂的命运细节，包括这个人的名字、父母的名字、家庭背景、职业经历、婚姻状况、一生的重大事件，甚至未来的命运走向和灵修建议。当你去找纳迪叶解读师的时候，他会先取你的拇指指纹，右手男左手女，然后根据指纹的纹路去寻找对应你的那片叶子。如果找到了，解读师就会用古泰米尔语朗读叶子上的内容，然后翻译给你听。听起来很玄，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帕克说他和太太珍妮亲自去了印度，找到了纳迪叶的解读师来验证，结果让他们震惊不已。叶子上记载的关于他们过去的种种事件，居然与现实完全吻合，包括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快忘记的细节。帕克从此成为了纳迪叶的坚定信仰者，并且开始将纳迪叶的预言信息融入他自己的通灵预测中。那么帕克对2026年到底怎么说的呢？注意，这就是故事大反转的地方。帕克在2025年底发布的2026年全球预言影片中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判断。首先，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他说2026年的中国农历新年是赤马年，而在中国古代预言传统中，赤马年往往与战争、动荡和政权更替联系在一起。所谓赤马红羊，是古人用来形容天下大乱年份的说法。帕克说他看到的灾难景象与这个赤马年的寓意高度吻合，他认为这绝非巧合。接着他明确指出2026年3月将是高度敏感的时期，他预测台湾海峡可能出现一起军事摩擦事件，具体来说可能是飞机或者潜艇的碰撞事故，进而引发严重的紧张对峙，日本也会被直接卷入其中。听到这里，你可能想说，完了，跟龙婆说的不是差不多吗？台湾要出大事了。但帕克紧接着就丢出了那个惊天反转，他的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在这场冲突中，台湾不会被并吞。不仅如此，帕克更进一步预言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结局。他说，这场冲突的最终结果不是台湾被中国吞掉，反而是中国自身受到致命的重创。他看到中国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习近平的权力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能被迫淡出权力核心。帕克用了一个非常生动而震撼的比喻来形容中共政权即将面临的命运。他说那就像是冰川式崩塌。你看那些巨大的冰川，一开始只是表面出现了几道不起眼的裂缝，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裂缝会慢慢扩大，从表面延伸到深层，然后某一天毫无预警地，整座冰川就轰的一声崩塌了，而且一旦崩塌就完全不可逆转。帕克说，这就是他看到的中共政权的未来。他甚至更加大胆的预言，崩塌之后的中国将分裂成许多个较小的国家或政治实体，最终形成类似欧盟那样的邦联式民主体制，各个地区之间边境开放，人们可以自由贸易和往来。帕克非常明确地说，2026年就是中共崩解的关键转折点，裂缝就在今年出现。
等一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龙婆说中国会接管台湾引发3战，帕克却说中国会因为对台湾的冒险行为而自我崩塌。这2个预言不是完全矛盾吗？到底谁说的对？其实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他们说的可能并不完全矛盾，而是看到了同一个事件的不同阶段。有一种可能的解读是这样的：中共确实会对台湾发动某种形式的军事挑衅，可能是帕克说的碰撞事件，也可能是更大规模的军事封锁或者试探性攻击。龙婆看到的接管台湾的企图，指的就是这个阶段，但这场冒险行动最终不会成功，因为它立刻触发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多国的强力介入和全面制裁。这场失败的军事冒险反而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引爆了中国国内早已暗流涌动的经济危机和政治不满，最终导致中共政权的瓦解。帕克看到的冰川式崩塌指的就是这个阶段。换句话说，台湾确实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危机，但最终安全度过，而中共却因为自己的鲁莽冒险付出了毁灭性的代价。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位重量级的预言者，来自印度的纳迪叶解读师维尼塔·杜拜潘德。维尼塔是帕克的长期合作伙伴，他根据自己独立解读的多片纳迪叶提供了更多的补充细节。维尼塔说，他从纳迪叶中看到，未来几年全球确实会有战争爆发，而且战争可能与宗教因素有关，涉及伊朗、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战争将带来死亡和破坏，伊朗和俄罗斯会在幕后推波助澜。但对于台湾本身的命运，维尼塔的解读比较乐观。他说台湾在2028到2029年之间可能遭遇海啸，但特别强调不会是毁灭性的。换言之，维尼塔的纳迪叶解读似乎也在暗示台湾会经历危险和考验，但不会被摧毁，不会从地图上消失。更有意思的是，维尼塔还提到了一个格局更加宏大的预言。他说纳迪叶清楚地显示，在这场全球动荡之中，有5个国家会受到最严重的冲击，分别是掌管海洋之国美国、龙之国中国、雪域之国俄罗斯、点燃佛灯之国印度以及帝国废墟的守夜人欧洲。而在这5者之中，有一个国家的整个政治体系会彻底瓦解，国家全面崩溃，面临从零开始的重启。维尼塔没有直接点明是哪个国家，但结合帕克的冰川式崩塌预言来看，目前全世界大多数解读者都倾向于认为那个政治体系瓦解的国家就是龙之国中国。好了，通灵师们惊悚又离奇的预言暂时说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些全都是荒诞不经的胡说八道，对不对？但有趣的是，我们还没提到另一位重要的美国通灵师，洛杉矶的朱迪·海文利，他也发布了2026年的预言，而他的说法恰好提供了一个折中的版本。朱迪预测中国的海空军力量确实会在2026年增加对台湾周边的巡逻频率，不断测试台湾的防御底线，但他同时明确指出，特别是在川普执政时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很低。他还预测，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将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双方会建立重要的合作关系。这个预言暗示的是一种紧张但可控的台海局势，既不是龙婆所说的全面战争，也不完全是帕克所预见的崩塌大戏，而是一种长期的高压灰色对峙状态。那没关系，让我们暂时放下水晶球和棕榈叶，回到冷冰冰的现实世界，看看军事专家和情报机构到底怎么说。首先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2026年3月刚刚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白纸黑字写道，情报界评估认为，中国领导人目前并没有计划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入侵，也没有设定实现统一的固定时间表。这份报告直接反驳了过去6年来一直在华盛顿政策圈疯狂流传的所谓戴维森窗口理论。同时，报告评估北京必须在2049年之前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100年民族复兴的目标。什么是戴维森窗口？故事要从2021年说起。那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的菲利普·戴维森上将，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出了那句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话。他说北京已经设定了一个严肃的目标，要在2027年之前控制台湾。他还说，台湾显然是他们在那之前的野心之一。
我认为这个威胁在这个10年内就会显现，事实上就在未来6年之内。这番证词在华盛顿引发了地震般的震荡，它后来被称为戴维森窗口，深刻影响了美国国会此后数年的军事拨款决策。仅在1年之内，国会就为新成立的太平洋威慑倡议授权了71亿美元的预算。2024年，另一位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上将也附和了这一说法，在国会卸任听证会上宣称，所有迹象都表明，解放军正在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准备在2027年之前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但2026年的最新情报评估却说，且慢，事情不是这样的。北京确实希望解放军做好准备，但具备入侵能力和真的要入侵是两回事。情报界认为，北京在决定是否以及如何追求军事统一方案时，美国是否会直接军事介入，以及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后果。那为什么戴维森窗口很可能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被严重夸大的呢？专家们指出了好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军方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反腐大清洗。过去几年，多名高级将领和国防官员被免职甚至逮捕，包括火箭军的多位主官。这场清洗的规模之大，连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感到震惊。一支正在进行大规模内部肃清的军队，其指挥链的完整性、各级军官之间的信任度以及整体的作战士气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你很难想象这样一支军队，同时还能高效地策划和执行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跨海2栖登陆作战行动。第二个原因，中国经济正在面临多重严峻的结构性挑战。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余波仍在持续，国内消费长期疲软，提振不起来，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堆积如山，随时可能爆雷。再加上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急剧下降带来的长期衰退压力，历史上中共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一直建立在持续提升民众生活水平这个隐性契约之上。一场大规模的台海战争不仅要花费数万亿美元的直接军费开支，还会招来全球制裁，导致外贸和投资断崖式下跌。这对已经步履蹒跚的中国经济来说，简直就是自杀式行为。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多国介入的强大威慑效应。这才是今天整个故事里面最让人感到安心的核心部分，也是为什么帕克的反转预言可能比龙婆的末日预言更加接近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好好看一看，如果台海真的爆发全面冲突，到底有哪些国家会站出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日本。在所有美国盟友当中，日本是对台湾防御最关键的单一国家，原因非常简单而直接。日本的西南诸岛链从九州南端的种子岛开始，经过乌九岛、奄美大岛、冲绳，一直延伸到距离台湾仅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构成了所谓第一岛链的核心地理环节。美军在日本拥有大量军事基地设施，包括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佐世保海军基地、横须贺第7舰队母港等等。更加重要的是，东京和华盛顿近年来已经开始在日本西南诸岛进行越来越频繁的双边军事演习，美军也开始在这些岛屿上轮换部署兵力和反舰飞弹系统。日本自卫队则在那里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和预制军事补给品。日本近年更是将国防预算提升到了历史性的高水平，并发布了明确以台湾为战略规划核心的国防战略文件。日本为什么这么拼命？因为日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清楚地明白一个道理，如果台湾落入中共手中，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就会被彻底掐断。台湾海峡是日本石油、天然气和各种战略物资进口的必经之路，全日本超过 80% 的能源供应都要经过这片海域。台湾一旦易手，日本就会在地理战略上被中国形成的弧形包围圈给死死困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说过一句后来被全世界广泛引用的话，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这句话不是客套的外交辞令，这是冷酷的地缘政治现实。然后是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坚定的盟友之一，澳大利亚已经通过2021年宣布的 AUKUS 协议，也就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将自己深度绑定在了印太安全架构的最前线。
AUKUS 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向澳大利亚转让核动力攻击潜艇技术和舰艇。虽然这些潜艇要到2030年代中期才能全部交付到位，但 AUKUS 发出的战略信号已经非常明确。3个强大的英语系国家手拉手联盟，准备在印太地区全力对抗中国的军事扩张。美国国务院的2号人物甚至在2024年公开将 AUKUS 潜艇计划与遏阻中国对台湾的任何军事冒险直接挂钩，这在外交语言中已经算是非常直白的表态了。再看菲律宾，菲律宾的地理位置让它天然就成为台海冲突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角色。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距离台湾南端仅200多公里，美国和菲律宾已经签署了强化防御合作协议，扩大了美军可以使用的菲律宾军事基地数量。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方更是在2024年举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三边领导人峰会，之后又进行了首次三边人道主义救灾桌上推演。这种三边合作机制看起来好像只是在练习救灾，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它的真正目的是为台海危机时刻建立起一套多国协调联动的指挥和后勤体系。甚至连远在大西洋那边的欧洲北约成员国，虽然确实不太可能直接出兵参战，但在经济制裁和外交压力方面也绝对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俄乌战争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西方国家联手实施全面制裁时的惊人破坏力。俄罗斯的经济被制裁搞得满目疮痍，而中国经济对全球贸易的依赖程度比俄罗斯高出不知道多少倍。如果中共冒险攻台，等待它的将是比俄罗斯所遭受的制裁严厉10倍甚至100倍的全面经济惩罚。光是被切断与西方金融体系的联系这一条，就足以让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瞬间休克。美国国防部在2026年发布的最新版国防战略中，更是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步调挑战，也就是美国军事现代化的首要参照对手。战略文件明确要求美军沿着第一岛链构建、部署和维持强大的拒止防御态势。所谓拒止防御，就是我不一定要打败你，但我一定要让你知道你打不过来。从日本、台湾、菲律宾一直到印尼的整条岛链，都将成为阻止中国向更广阔太平洋投射军事力量的坚固地理屏障。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整幅图景的全貌。一方面，中共确实在疯狂备战，那些诺曼底式的2栖驳船绝非儿戏，那是真金白银花下去的战争准备。解放军拥有超过200万现役军人，而台湾只有大约17万。中国2025年的国防预算高达2470亿美元，而台湾即便在大幅增加 16% 之后，2026年的国防预算也才刚过310亿美元。两边的军力差距之大，令人窒息。但另一方面，这场潜在的战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中国对台湾一个小岛的战争，它将是中国对半个世界的战争。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可能还有韩国和印度，再加上美国本身以及它的全部全球军事基地网络，就算完全不谈直接的军事介入，光是全面的经济制裁、技术封锁和金融切割，就足以让已经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彻底崩盘。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通灵师的预言表面上听起来彼此矛盾，但深层逻辑可能是相通的。盲眼龙婆看到了中国接管台湾的企图，这个企图千真万确的存在，那些驳船就是铁证。但帕克看到了这个企图的最终结局，那就是失败和自我崩塌。而美国情报界的评估也在用另一种语言暗示同样的结论。中共领导人自己可能也心知肚明，这场豪赌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军事准备不断升级的同时，北京仍然选择以灰色地带行动取代全面战争。频繁的军演、无人机闯入台湾领空、大规模的认知战和假消息攻势、经济施压和外交孤立，这些都是代价相对可控的胁迫手段，目的是在不触发全面军事冲突的情况下，逐步消磨台湾社会的意志和抵抗决心。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资深分析师在2026年初的深度分析中指出，习近平在做出是否对台动武的最终决策时，需要综合考虑至少7个关键因素：解放军的实战准备程度、军队高层领导的可靠性和忠诚度、美国可能做出的军事反应、其他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台湾自身的军事和民防准备水平、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问题，
以及更广泛的全球政治和经济背景分析师的结论是，目前这7个因素中没有任何一个明确支持在近期内动用武力犯台。这也正好呼应了印度神童阿南德的说法。阿南德在他的2026年预言影片中表示，2026年将是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捩点，不是因为战争一定会在今年爆发，而是因为在这一年，所有的力量和矛盾都将在亚太地区，特别是台湾海峡的上空剧烈碰撞。中国的统一野心，美国的遏制战略，日本的军事觉醒，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战略选择，台湾自身面对命运的态度。阿南德特别点明中国是高风险国家，直言中国将面临重大问题。他提醒大家要特别关注3个危险时间点，分别是4月下半月、7月24日前后的那段时间，以及11月中旬左右。但阿南德同时也说了另一番让人看到希望的话。他说2026年除了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也可能是医学、数学和科学取得重大进步的一年。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形容，他说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会发生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祸福相依的道理，阿南德也是懂的。帕克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虽然预言了动荡和冲突，但他同时坚定不移地相信，一场全球性的大觉醒即将到来。他说的原话是，一个世界正在崩塌的同时，另一个世界正在崛起。许多境界很高、心灵觉悟的人会在这个时代出现，他们是拥有超能力的觉悟者，就像佛陀或者圣人那样的存在。在他们的带动下，一场全球性的心灵觉醒即将席卷而来。帕克甚至充满感情地说，我们非常幸运能出生在这个历史时期，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获得心灵上的启悟，觉醒的我们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耀。好了，让我最后做一个比较接地气的总结。台湾到底安不安全？从目前所有可信的军事情报、专业分析和预测市场数据综合来看，2026年到2027年之间，中国发动全面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全球最大的预测市场平台上，真金白银押注的交易者们给出了大约 90% 的概率，认为中国不会在2026年底之前发动入侵。这个平台上有超过1290万美元的真金白银在押注这个问题，所以这些数字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每一个交易者用自己的钱包在表态。到2026年6月底之前，入侵的概率更是低到只有 5% 左右。美国情报界在最新报告中也正式否定了所谓2027年固定侵台时间表的说法。美国海军研究所在报道中引用了解放军追踪组织创始人的分析，认为这份报告延续了美国情报界一贯的评估立场，即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没有固定的武统时间表，但同时也在努力建设具备入侵台湾和击败美军干预能力的军事力量。但是可能性低，绝对不等于风险为零。那些两栖驳船是真实存在的，解放军每隔几个月就要对台湾实施一次大规模围岛军演也是真实存在的。灰色地带行动正在加速常态化，更是不争的事实。台湾的命理师蔡尚基在2025年底发表的2026年预言中就指出，美中对抗在2026年将进入最紧绷的阶段，经贸、科技和军事全面对弈。台海虽然不至于立即爆发全面战争，但将长期处于准战争状态，军演、飞弹、试射、认知作战都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蔡尚基同时也指出，正因为台湾在人工智慧、半导体和无人化技术领域的核心地位，台湾有事已经等同于全球经济危机。这既是台湾面临的风险，同时也是台湾最大的安全保障。因为没有人承担得起台湾半导体产业停摆的代价，包括中国自己。你可能不知道，台积电一家公司就生产了全世界超过 60% 的先进半导体晶片，而最尖端的制程技术更是接近垄断地位。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开的车，甚至全世界的军事系统和人工智慧数据中心，几乎全都离不开台湾生产的晶片。如果台湾因为战争而停摆，不是某一个国家受损，而是整个人类的数位文明都会陷入瘫痪。这就是为什么外交事务杂志在2026年2月的一篇重磅分析文章中，用了一个非常耸动的标题，叫做台湾的完美风暴。文章指出，
过去1年，中国对台湾统一议题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加激进和不可商量。但文章同时也强调，正是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对全球经济的极端重要性，任何破坏台湾稳定的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全世界的一致反对。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中国越是需要先进晶片来发展自己的人工智慧和军事技术，它就越不能冒险摧毁台湾的半导体工厂。但中国越是觊觎台湾的半导体技术，想要据为己有，它对台湾动武的动机就越强。这个矛盾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只要这个平衡不被打破，台湾就是相对安全的。而台湾之所以能够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依然保持安全，关键因素有3个。第一，台湾自身不断强化的防御准备，包括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加速采购美国先进武器、发展不对称防御战略，以及通过额外的特别国防预算来支撑长期的军事现代化。第二，多国介入形成的集体威慑网络，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美国以及更广泛的 AUKUS 和4方安全对话机制已经织成了一张越来越严密的安全大网。任何对台湾的军事攻击都不会只是中国对台湾的双边冲突，而是中国对半个世界的全面对抗。第三，中国自身的经济困境和内部问题。习近平不是疯子，他非常清楚，一场失败的台海战争不仅会终结他个人的政治生涯，还可能终结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房地产危机迟迟看不到尽头、人口加速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发动一场注定遭到全球制裁和经济孤立的大规模战争，无异于政治自杀。所以最后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通灵师们，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也许他们看到的不是某一天某一刻具体会发生的坦克上滩和炮火连天，他们看到的是一种更深层的历史趋势和命运能量的流动。龙婆看到了冲突的阴影，那是因为冲突的种子确确实实已经种下。那些驳船，那些军演，那些越来越激烈的外交对抗就是证据。帕克看到了崩塌和新生，那是因为旧秩序确实正在动摇松动，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艰难但不可阻挡地破土而出。阿南德看到了400年一遇的转捩点，那是因为我们确确实实站在了一个人类历史的重大十字路口上。但所有这些通灵师不约而同地传达了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最终的结局并非命中注定，不可改变。纳迪叶的核心教导一直在强调，未来是可以通过个人的选择和集体的行动来改变的。帕克反复说过，他公开分享这些预言的目的不是散播恐惧和焦虑，而是鼓励全世界的人们发送正面的思念和祈祷，用集体的善意和觉醒来减轻灾难的冲击。维尼塔也温暖地说过，未来是光明的，大家不需要担心，因为在一个世界崩塌的废墟之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悄然崛起。台湾人自己又是怎么看这一切的呢？也许最好的态度就是那句流传已久的老话，准备最坏的，期待最好的。不要被那些末日预言吓得六神无主，但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此松懈。这座小岛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太多次被人预言即将灭亡的时刻，结果每一次都挺了过来，而且每一次都活得比那些悲观预言家们想象的更好更强。也许这就是台湾最强大的真正能力，不是军事力量，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那种在风暴的正中心依然能够保持清醒头脑和坚韧意志的精神力量。最后让我引用帕克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内容，他说，如果你渴望去天堂，天堂就在你心里，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最终归于神。要是我们都用这样的心态去看问题，一切都会豁然开朗。战争、灾难，对于觉醒的我们来讲，都只是旅途中的风景而已。